我操，苏嫣嫣，怎么是她？难道说我真的重生回来了？可是怎么偏偏会在这个节骨眼上？而我身为魔都顶级纨绔，却因为追求校花苏嫣嫣失败，在一群狐朋狗友的教唆下铤而走险，把苏嫣嫣扛进酒店房间，却没想到她的真实身份竟然是尹氏豪门的唯一千金。苏家家主震怒之下，对我叶家赶尽杀绝，偌大的家族一夜之间瞬间崩塌，父母被我气到吐血，当场去世。我也从豪门阔少沦落成路边野狗。为了重上巅峰，我游走在深渊的底线之间，卧薪尝胆数十年，终于重回金字塔的塔尖。但因为一路上作孽太多，最后只落得孤独一人。为了赎罪，我捐出了所有的财产，静静躺在病床上等待着生命的终结。耳边突然响起一个冰冷的声音：你可曾后悔过？后悔又如何？那就重来一次。浪子回头系统绑定中，所有值1111799。在一阵眩晕过后，什么情况？我这就重生了。系统你在吗？为什么会选中我？宿主在临终的最后一刻有所悔悟，系统将会帮助宿主重新开始新的人生。宿主目前罪恶值1111799，需清除所有罪恶值。宿主想要的一切，亲情、爱情、友情全数回归。笑话，老子是缺这些的人吗？我何时少过女人？你缺，要不然就不会在病榻上后悔了。不清零又会如何？家破人亡，所有和叶家有关人物都将遭到波及，希望宿主好自为之。罪恶值，行吧，我知道了，这些的都不是重点。现在的问题是，我正身处酒店套房的大床之上，身下则是昏迷不醒的苏嫣嫣。要是没有记错的话，用不了多久，苏嫣嫣就会醒过来。要不我趁着现在开溜，就当一切都没发生过。我想到此处，刚要翻身下床，苏嫣嫣却在此时睁开了迷茫的双眼。阿这，你先别叫，如果我说是有人想要陷害我，你会相信吗？身为苏家嫡女，苏嫣嫣还算理智，冷漠地瞪了我一眼。下去。好嘞，我可是知道苏嫣嫣这个妞到底有可怕，看似人畜无害，实则一肚子的腹黑。上辈子她的报复可是让我吃了不少的苦头。我想到此处，心有余悸地盯着苏嫣嫣看了几眼，苏嫣嫣这才感觉身上一凉。叶凡，闭上你的狗眼，赶紧给我滚出去！我赶紧抱起衣服，狼狈逃离卧室。苏嫣嫣等我离开后，才慌乱地穿好衣服。奇怪了，我的蕾丝胖次怎么找不到了？与此同时，我正坐在沙发上对着镜子发呆。我去，系统没有骗我，这不是梦，我居然真的回来了。我感觉口袋里鼓鼓的，下意识一掏，发现竟然是一条黑色蕾丝边，顿时一脸尴尬。我操！我想起来，上一世我想着要留作纪念来着，所以一开始就把这玩意儿藏起来了。这么看，前世的我多少有点变态啊！尴尬了，我要不要现在物归原主？正当我琢磨的时候，穿戴整齐的苏嫣嫣正好出现，看到我手里拿着蕾丝边，正仔细端详，感觉自己快要气炸了。我就说我怎么找了半天都没找到，这个变态竟然还拿起来研究，真是一点脸都不要了，变态！现在这个情况，估计说什么都没用。苏嫣嫣属于外柔内刚的典型，今天这事要是处理不好，我叶家将会迎来猛烈的报复。上一世发生的一切，绝不能在这一世重演。阿这，要不你听我解释，我真的是被陷害的。你放心，我一定给你个交代。我撂下这句话后，就赶紧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此时的酒店大堂内，4个年轻人正坐在一起奸笑。叶少这次爽翻了吧？那可是苏嫣嫣啊！屁话，苏嫣嫣怎么了？再漂亮还是个女人，咱们叶少有的是办法。你们说，苏嫣嫣这身段，要是叶少玩腻了，会不会给咱们开荤？想什么呢？趁早收起这个念头，真要惹叶少不开心，咱们的日子可就难过了。妈的，多年不见这4个狗东西，差点把他们给忘了。前世就是他们撺掇我对苏嫣嫣霸王硬上弓，叶家衰败后，这几人立马见风使舵，落井下石。尤其是张尊这个狗东西，还对我百般羞辱，差点害我丧命。上辈子我就纳闷，张尊明明说过下足了药量，可苏嫣嫣半个小时就醒了，看来很可能就是他故意给老子设的局。我一脸不善地朝几人走去，4人看到我脸色冰冷，也是一愣。咦，叶少怎么出来了？不会吧，这才多久？你丫的是不是眼花了？就是，咱们叶少不折腾到傍晚，能放过苏嫣嫣？嘘，别乱说，叶少的脸色不太好看。叶少，你怎么下来了？我们还以为最起码等到天黑呢。呵呵，睡死了有什么乐趣？等他醒了再说吧。原来叶少喜欢反抗的，别说，的确是少了一份生趣。要不上去把人绑起来，反正时间多的是。张尊，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是你给苏嫣嫣下的药。叶少，我也没想到你不喜欢这个调调。我发现张尊眼神闪烁，似乎在极力掩藏什么，顿时印证了自己的猜测。果然是他，就是这混蛋在背后捣鬼。难不成张尊已经打听到了苏嫣嫣的背景，所以才设计陷害自己？不对，就连我都没有发现苏嫣嫣的异常，可又是为了什么？他爸也是公司的老人了，他应该没有理由恨我才对啊！不必了，这件事就当没有发生过。叶少，咱们都已经干了，索性就……你说对吧？女人嘛，最看重不就是自己的名节？一旦失了贞操，说不定就妥协了呢。到时候您也能抱得美人归。呵呵，要是上一世的我听到这样的诱惑，说不定真的会心动。但上面那可是个定时炸弹，老子疯了才会信他的鬼话。接下来的时间里，确实要好好留意一下这个张尊了。我心中冷笑一阵后，不耐烦地摆摆手。行了，这没你们的事了，都散了吧。几人见我兴致不高，赶紧起身离开。我立马招呼了一个服务员过来。叶少有什么吩咐？按照这个尺寸，
买一套衣服送到我的房间。好的。此时的套房内，苏嫣嫣反锁房门后，从上到下检查了一番，发现除了没什么力气外，身上并没有任何异样，这才松了一口气。幸好我醒得早，最糟糕的局面没有发生。叶凡这个混蛋竟然会用如此下作的手段对付我，不过我倒是想不明白了，明明已经到了最后一步，他为什么突然放过了我？难不成他真是被设计的？可是我的身子都被那个混蛋看了个遍啊！要不要告诉家里狠狠报复他呀？叶家虽然底蕴不足，但真要是清算叶家，我们苏家也会受到不小的影响，很可能会被其他世家趁虚而入。就在苏嫣嫣权衡利弊之际，房门突然被敲响。难不成那个混蛋还敢回来？谁？您好，服务员，叶先生吩咐送来的衣服，放门口就行了。哼，不要脸！谁要穿他送来的衣服啊？苏嫣嫣冷哼一声，低头看了一眼被扯破的裙子，还是老老实实换了新衣服。虽然他选的衣服是我的尺码，看似倒是很贴心，但这条被他撕烂的裙子就是赤裸裸的罪证。不行，我一定要去找他讨一个说法。兔崽子，你人呢？老子不是告诉过你，今天的事情很重要，你能不能上点心？我去，差点就把这件事给忘了。前世我花天酒地，对家里的生意根本不上心。这个时候，万国证券和辽国发的2位掌门人突然找上我家，想要联合叶氏集团一起在债券市场掀起血雨腥风。我爸有事在身，就逼着我在魔都坐镇。这次可是押上了叶家所有的流动资金，所以后来被苏家报复的时候，才会毫无反抗之力。喂，兔崽子，你特么给老子说话！要是这件事出了任何的差池，你好日子也就到头了。爸，我只是……别给我废话，赶紧去营业部，给我记住，不管多少单出来，咱们都要接下。我看了一眼手上的时间，顿时瞳孔巨震。我操，还剩下最后的2个小时。如果我不及时改变这一切，叶氏集团必将会被拖下漩涡，万劫不复。就算没有苏家报复，也要元气大伤。重要的是，还会导致不少散户破产跳楼。那我这罪恶值啥时候才能清零？我想到此处，立马动身要走。大堂经理立马迎了上来。叶少，您要离开了吗？那您的朋友……哎，苏嫣嫣这件事回头再解决吧。眼下最重要的是先处理国债的问题。他爱住多久住多久，满足一切条件，算我账上。我还从没见过叶少如此重视一个女人，莫非这就是未来叶家的女主人？明白，叶少放心，这件事交给我，一定让她感受到什么叫做宾至如归。我前脚刚离开酒店，苏嫣嫣就一脸怒容的来到大厅，四处张望。小姐，您是在找叶少？对，叶凡他人呢？叶少有急事出去了，您看有什么需要的可以告诉我，我一定……哎，小姐，您这是……苏嫣嫣在大堂经理诧异的目光中大步离开，站在门口脸色十分难看。叶凡这个纨绔子弟哪里有什么急事，完全就是怕我秋后算账才逃了吧？这个无耻的懦夫，这件事我和他没完。与此同时，我火急火燎的来到叶氏集团大楼。90年代这破路是真不好走啊，差点耽误老子正事。小叶总，您终于来了。丽丽姐呢？李助理在里面等您。知道了，丽丽姐啊，几十年都没见过了。前世我还觉得她当我爹的特助，就是企图当我小妈，直到破产之后才知道，她才是那个对我叶家忠心耿耿的人。也是在她的辅佐下，我才能逆风翻盘。只可惜我上辈子太偏激了，用了太多肮脏的手段，她也是受不了这些，才在我功成名就后一声不吭的离开的。我按下激动的心情走进会议室，李丽只是轻飘飘的看了我一眼，接着冷哼一声，差点都给忘了。现在的丽丽姐和我还是互相看不顺眼的阶段。前世我用了半辈子才明白，想要获得她的尊重，必须拿出足以匹配她的能力和野心。这个时候的我在她眼里还是扶不上墙的烂泥巴。丽丽姐，这小子又想耍什么花招？怎么？丽丽姐很吃惊。不管你玩什么套路，请你记住，今天对整个叶氏集团来说非常重要。果然，印象这东西可不是一时半会能够改过来的。当然，我心里明白，希望丽丽姐今天可以好好配合我。我们吃进了多少？小叶总，我们暂时还没有动手。叶总吩咐过，我们要以骑兵的姿态入场，一举击溃多头。击败多头，现在看来或许是最好笑的一个笑话。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可是要吃大亏的。当年老爹被万国证券和辽国发忽悠的不轻。不过既然现在没有动手，那就还有机会。我们有多少资金？1亿2千万。不够，完全不够。啊，这可是1亿2千万啊！我一个月的工资才200块。万国证券的管总联系过我们没有？半小时前联系过，一直在询问我们为什么还没有动作。呵呵，看来是真的急了。别人或许不知道，但我心里清楚得很。万国证券已经是强弩之末，管总用尽了手段，依旧无法与多头抗衡，所以想拖我叶家下水。我们是不是要有所表示一下？再等下去，就怕管总误会。别急，好戏才刚刚开始。什么意思？今天的叶凡实在太过古怪了，我竟然有种看不透他深浅的感觉。难不成是叶总特意点拨了叶凡？不对啊，就算是这样，凭叶凡的心智，也演不好这场戏才对。丽丽姐，联系与我们私下关系好的银行，我需要钱，多多益善。这1亿多的资金，应该完全可以应付接下来的收购才对。我做过被盗了，现在大战的双方早已经到了黔驴技穷的境地。这件事，我需要向叶总汇报。丽丽姐，请你记住，这一次
我才是负责人。抱歉，在特殊情况下，我有权解除你的权利，这是叶总的交代。呵呵，果然是这样。叶总也是为了你好。我知道，可如果换做你，生死之战，你会不留下底牌？什么意思？丽丽姐，我知道你事先做过背调，想必情报一定非常详细。这是我应该做的。哈，蠢货！请你注意你的言辞。哈，李助理，请你好好想想，这一次的双方是什么量级？李丽很快冷静了下来，深呼吸了几次才缓缓开口：巨无霸，至少现在叶氏和他们比不了。这一战不管结果如何，总有一方会彻底倒下吧？是，根据我的了解，万国证券已经压上了一切，既决胜负又分生死，这样的情况下，你觉得他们会没有后手吗？所以你现在掌握的只是他们想让你知道的。李丽一副见鬼的样子，死死地盯着我。你真的是叶凡？抱歉，我不是这个意思，这绝对不是一个纨绔子弟能够看得透的。难不成叶凡以前一直都在藏拙？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还是那句话，我需要足够的资金来应对可能发生的变数，上不封顶。知道了，我现在就去联系。几分钟后，李丽回到会议室，一脸严肃。四江银行2亿资金，10分钟内到账。小叶总，请你告诉我你的计划。不愧是李丽，几个电话就搞到了2亿资金，在这个年代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一件事。我们这一次的任务是做多。你说什么？小叶总，叶总的意思你应该很明白，我们已经与万国证券的管总达成了战略合作。我们要和万国证券一起陪葬吗？万国证券的赢面还是很大的。和你打个赌，最多10分钟，辽国发的高家兄弟就会反水。这不可能，前期辽国发投入了所有的资金，叶氏集团的理念你应该知道，我们能有今天是建立在诚信之上。诚信？你所谓的诚信不仅会毁掉叶氏，还会导致无数人绝望，无数家庭破裂，这样的诚信是你想要看到的吗？李丽，我知道你有能力，这个关键点你一定想得通。现在你还有8分钟的时间考虑，要么全力配合我，要么离开这里。别和我说你带着我父亲的命令来辅佐我。叶氏兴业，我明白了，希望小叶总真的是在为集团考虑。当然，没有了叶氏，我就不能继续做纨绔子弟了。我可是比你更希望叶氏一直坚挺下去的。还好这次说服了李丽，不然他要是直接剥夺了我的指挥权，想拯救叶氏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小叶总，李助理，万国的管总又打电话来催了。李丽闻言再次朝我看来，我看了一下时间，摇摇头，不着急，咱们再等10分钟。此时万国证券的总部，管总在会议室里看着新到的报告，面色十分凝重。高家兄弟联系上了没有？一直都关机，我们已经派人去找了。哈哈，今天是找不到了，鼠目寸光的家伙。赶走，如果高家兄弟反水，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小的打击。现在的亏空是多少？18个亿。再随意一下叶氏，让他们赶紧跟上。赶走，虽然叶氏集团很强，但临时拼凑的话，最多也就只有1个亿左右，掌控不了大局。咱们是不是太高估叶氏了？你懂什么？叶氏好歹也是民营巨头，叶氏一旦下场，那些散户也该好好琢磨一下了。资金方面不足无所谓，我要借叶氏集团的事。管总，出事了，辽国发他们撤资了。辽国发叛变了，他们反手买多。好一个高家兄弟，在这个时候捅了我一刀，想要弥补之前的损失，也要看老子给不给他们这个机会。动用备用金。赶走，备用金可是股民的钱，挪用备用金是犯罪啊！出了事我顶着。小叶总，辽国发被刺了。你是怎么猜到的？还用猜？还是那句话，留给高家兄弟的时间不多了。如果我是万国证券，一定会利用名下账号一同出击，大额资金只能砸下价格，却也会给市场留下反应的时间。看出万国证券黔驴技穷，管总不是傻子，不会这么干。李助理，小叶总说的没有错，的确出现了很多抛单，不过都很分散，给人感觉是散户的市场行为。他们是想要刺激散户加入抛售。孤注一掷了，就算躲过了这一劫，管总也没有将来了。小叶总，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做过背调，万国的账面上还有这么多钱吗？没有，难道说不可能吧？管总他疯了，这样做的后果，万国根本就承担不起。置之死地，这一战恐怕没有胜者。小叶总，我们还是将情况汇报给叶总吧，让他来定夺。来不及了，接盘有多少接多少。李助理，可是咱们得到的命令是配合万国做空。如果按照原计划，叶氏的下场也不会好过。听小叶总的。有了李丽做背书，叶氏的职员们不敢耽搁，立即开始行动起来。转眼半个小时过去，现在是什么情况了？小叶总，咱们加入之后，价格不降反升，如果以现在的价格收盘，咱们就赚翻了。保证金还剩多少？1亿多一点，还不够。小叶总，万国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这一战咱们稳赢。是啊，小叶总，万国的后手都用上了，初步预估万国这一次亏损在40亿以上，这根本就不是万国可以承认得起的。如果真的就这么简单结束，那我叶家前世也不会被坑得那么惨了，那些散户也不会被坑到绝望。这才刚刚开始，离收市还有多久？10分钟。快了，一会不管什么原因，不管多大的空单，咱们都接着。小叶总，我们最多还能接30万口。听我的，有人要掀桌子了。
人在绝望之际，肯定要拖着所有人下水。管总那个疯子，可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大事不好了，小叶总，突然出现了一笔90万口空单。不可能，万国没有这么多的钱，他们是怎么做到的？照单全收。小叶总，我们的保证金不足，交易所无法实时控制每笔交易的保证金，不管多少，我们都接着。小叶总，这可是违规的啊！是啊，万国没有保证金，他们纯粹只是为了砸盘。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完全可以不用理会。这个道理我懂，你也懂，可是那些散户懂不懂？你觉得有多少人有勇气面对突然而至的倾家荡产？听我说，既然都是利用漏洞，那么我们至少要给散户一个公正。李丽目光灼灼地看着我，接着深吸一口气。我明白了，今天的交易由我全负责。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不管多少炮弹，我们都接着。此时的万国证券内，管总双眼通红地看着报告。好一个夜市，狗东西背刺我，完了，万国完了，不正当交易，加上将近50亿的巨额亏损，万国无力回天。疯了，全都疯了！夜市哪来的这么多钱？管总，结束了。咱们败了，汪，都给老子滚！此时的叶氏集团会议室内，我看着一切尘埃落定，伸了一个懒腰。李柱，要辛苦你一下了，直接去交易所解释一下吧。我知道了，小叶总您放心的，今天的交易是我全负责的。负责？你想多了，叶氏集团还轮不到你来承担责任。可是小叶总，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这次的违规操作虽然是就是，但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你和叶总绝对不能被卷进来。李丽，记住我的话，叶氏还没到让你一个女人顶雷的地步。你先去交易所，不管最终的处罚结果如何，我们一力承担，不要讨价还价，我们也不是受害者。记住一点，叶氏愿意承担所有责任。小叶总，万一没有万一，放心吧。权宜之下，两者选其轻，交易所会做出正确的选择。说起来，交易所还要感谢叶氏，在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之际，是叶氏挺身而出。虽然这些话不能被拿到明面上来说。李丽看着我的眼睛十分复杂。这个傻小子现在已经成长到这个地步了吗？太好了，这就是上一世他陪在我身边的时候看我的眼神。放心吧，丽丽姐，这辈子我绝对不会辜负你的。恭喜宿主完成自主任务，您当前的最恶值1110000，系统奖励发放中，系统页面丁出路锋芒已完成，自主任务已完成，评分中，评分89分，完美，最恶值1110000，奖励酒神体验卡1张。倒是没有想到，竟然还有系统奖励，我并没有接收到任务才对，为什么会有系统任务和奖励？这个系统到底是怎么回事？作为开放性系统，没有硬性任务规定，一切任务等待宿主自主发掘。我去，那这么说，岂不是以后都要靠我自己琢磨怎么消除罪恶值？等等，我好像是忘记了什么。对了，苏嫣嫣，得赶紧先把她给解决了，不然就算暂时救了叶氏，她也要给我使绊子。我想到此处，立马转身就跑。小叶总，你这是做什么去？有急事，后续你先解决，随时汇报进度。我骑上自行车一路猛蹬，终于在半小时内赶回了酒店。什么？人已经走了？是的，叶少，我们也拦不住啊。走的时候脸色怎么样？这不是很好看。叶少，如果有什么是我们酒店能够帮得上忙的，你尽管开口。不告而别，没有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桥段，但越是风平浪静，越是代表风暴即将来临的前奏。该死啊！该怎么和苏嫣嫣解释清楚啊？前世苏家的报复来得非常猛烈，叶氏撑了半个月就彻底崩塌了，苏嫣嫣更是终身未嫁，和我作对的一辈子。那小妮子的手段，我可不想再尝一次了。我一想到前世重新崛起时遭遇的各种狙击，顿时有些心神不定。雪乐车刚刚发动，就听到砰的一声，我操！车祸，差点把这茬给忘了。前世我蹬了苏嫣嫣一整夜，一时腿软就撞了车。这次虽然不是我撞的，但车祸却实实在在发生在我眼前了。我赶紧跑下车，看到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躺在地上，肇事司机浑身颤抖地站在一旁。愣着做什么？报警啊！报警啊！对，电话亭。我检查了一下，发现老人还有呼吸，赶紧抱起老人，冲着司机大喊：“你特么的，还愣着干啥？赶紧帮老子开车门！”不是，你这是要干什么？送医院啊，不然在这等着人死啊！自人，好。等警察来了，照实说。要是让我知道你小子敢不认账，你就废了。10分钟后，我把老人送到了医院。医生呢？赶紧救人！我现在去缴费，别耽误老子积德。等到老人被送进抢救室后，2名帽子叔叔火急火燎地赶来。这位先生，事情的经过，肇事司机已经交代清楚了，感谢您出手相助，我们已经联系到了家属，家属正在赶来的路上。那都不重要，等着人先醒过来再说吧。这时，一脸着急的苏嫣嫣来到医院，看到我站在抢救室门口，二话不说的冲上来扇了我一个耳光。这位同志，你怎么打人啊？叶凡，有本事你就冲着我来，我外公要是有个3长2短，我一定跟你拼命。我重生回到对校花苏嫣嫣下药的那天，忍着犯下大错的冲动强行跑路，结果刚出酒店就亲眼目睹一起车祸。刚把受伤的老头送到医院，就看到苏嫣嫣急匆匆赶来，二话不说就扇了我一个大逼斗。叶凡，我告诉你，我外公要是有3长2短，我绝对不会放过你。平白无故被扇了一巴掌，我本想发作，但半天前刚做了亏心事，也不得不忍下来。随你吧，疯女人。谁是家属？我是患者的外孙女。医生，我外公没事吧？患者断了一根肋骨，不过最麻烦的是突发的心脏病，
幸好送医及时，人事救回来了。听到外公没事，苏嫣嫣这才松了一口气。这时，刚才有些懵的2名叔叔也赶紧过来交代案情。苏嫣嫣听过之后，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接着走到我面前。怎么还没打够？既然不是你干的，你为啥不躲？算了，这是我欠你的。你那个我打住，感谢的话不用说，我不知道他是你外公。好，算我欠你的情。不过一码归一码，今天下午的事情可不会就这么过去。马德，我也想知道张尊那个狗东西为什么要陷害我。不过不着急，回头我再好好收拾他。苏嫣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真的是被设计的呢？我不知道，这个人似乎真的和之前变了不少。可是他下午的时候差一点就强上了我，转眼间又变成了外公的救命恩人，这我到底该怎么办？要不咱们先想清楚。当然，这件事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苏嫣嫣的心有些乱了，心虚的看着我脸上的巴掌印。那个，你要不先去处理一下？什么？没什么，没听清就算了。你先照顾外公，其他事以后再说。放心，我说到做到，到时候要杀要剐都听你的。苏嫣嫣点点头，跟着医生一起离开。没想到无意中的善举，倒是给自己争取到了不少的时间。至少这段时间内，苏嫣嫣应该暂时不会找自己麻烦。对于我来说，时间足够了。的罪恶值下降中，当前罪恶值1109193，恭喜宿主获取奖励，落子无悔，奇异精通。不是吧，系统，你这主打一个毫无用处啊！落子无悔，奇异精通，我问问你呢，会这个有什么用？难不成还要我一个纨绔修身养性不成？别，给你啥你拿着就完事了。我刚想和系统理论2句，手机突然响了起来，看到来电显示，我顿时一阵心虚。喂，老爸，臭小子，老子听说你特么又闯祸了啊！这谁跟您说的？那你别管，说话是不是闯祸了？老爸，你放心，已经解决了。解决了，还在医院。你人有没有事？需不需要让司机去处理一下？不用，那就赶紧回来，别整天闯祸。知道了，我现在就回来。此时的办公室内，叶爱军挂断电话后，一脸懵逼地看着李丽。小李，这小子是不是吃错药了？怎么突然这么听话了？今天下午的事情，仔细和我说说，不要遗漏任何的细节。是这样的，叶总。半小时后，叶爱军听完了李丽的汇报，越发的糊涂了。这么杀伐果断，还有一颗大爱之心，这特么真是我儿子。叶总，看来你也无法相信，但是我刚刚来的路上已经复盘了全部过程，不得不承认，小叶总的每一步都恰到好处。这真是那臭小子干的，你说他背后会不会还有人？叶总是怕有人利用了小叶总，说不准，可对方图什么呢？叶总，恕我直言，如果小叶总真的背后有人指使，也无法如此详尽。这一战波澜丛生，小叶总却没有接过任何一通电话。你的意思是，这一切都是臭小子自己的决定？应该是这样。叶爱军倒吸一口凉气，随后放声大笑，哈哈哈！这混小子终于开窍了，老子就说嘛，老子的儿子怎么能是孬种呢？半个小时后，我正在别墅里喝着刚端上来的补汤，叶爱军匆匆赶回家里，看到我之后猛地一拍桌，说吧，今天为什么要擅自做主？李丽没有向你报告吗？翅膀硬了，我想要听你的解释。当然不是，只不过我认为现在的商战和以前不一样了。小兔崽子大学没白读啊，说说你的想法。当今的商战都是信息为主，以前的那一套慢慢就被淘汰了。最后8分钟你又怎么解释？若不是你非要违规操作，本来叶氏集团确实大赚了一笔的，现在被交易所判定无效，这点钱我可以赚回来。赚回来，口气不小。这样，毕业之后直接来公司上班，可以啊？你这就答应了？成立投资部，我来负责。呵呵，我就知道这臭小子果然有条件，还投资部，好大的口气。还有，把李丽派给我。你凭什么？凭我是你儿子，叶氏今后只能交到我手上。行，你这就答应了？废话，凭我是你老子，老子双眼一闭，这些全都是你的。晚上8点，我一脸郁闷的来到朋友开的酒吧。马德，姜还是老的辣呀，和老爹几十年没见，第一次交手就被套路了。他哪里是找我兴师问罪，分明就是想逼我去公司上班。哟，小弟弟今天怎么火气这么大？姐姐请你喝一杯怎么样？倩姐今天这么闲，怎么想招我入赘啊？是入赘你这酒吧，还是你们家的公司啊？你要是愿意，我当然求之不得，就怕你老爹杀上门，我这小门小户可挡不住。算了吧，咱们圈子里谁敢不给倩姐面子？哟，今天嘴巴抹了蜜糖了。哎，今天姐高兴，这瓶算我请你的，不喝完可不许走。不是吧，倩姐今晚真的想要放翻我，果然是对我垂涎已久啊。小瓶子，这是我从国外搞来的，别人想喝还喝不到呢。来，那我可要好好尝尝。弟弟，说真的呢，要不考虑一下姐姐？噗，你可别吓我。不愿意算了，姐要是勾勾手，想要上姐的人，能从这里派到外滩去。怎么说，又被家里催婚了？老娘才25岁，也不知道他们几个什么劲。倩姐这话说的，咱们圈子里谁不知道你是事业型的？呵呵，如果有一个男人依靠，老娘用得着抛头露面陪你们这些臭男人喝酒吗？
调戏，赤裸裸的调戏啊！这女人今天怎么回事？前世虽然帮了我不少，但从来没这么直白的往上冲啊！绝对是妖精，就连自己这种久经战阵的，差点抵挡不住。我低头看了一眼，下意识的咽了咽口水。倩姐顿时笑得花枝乱颤。小色狼，看得爽不爽啊？不是，倩姐，咱们熟归熟，也没必要不把我当男人吧？切，让你也没这个胆子。谁能有那个胆子？来这玩的谁不知道倩姐是市局照的？就算真对她有贼心，也没有那个贼胆啊！喂，怎么样？考虑好了没有？考虑什么？入赘啊，反正你也不亏。咋的？这是过不去了？你又不亏，姐们要身材有身材，你刚刚这大长腿，再看看这身段，多少男人看着流哈喇子呢？考虑一下，姐好歹也有自己的产业，养活你应该没什么问题。倩姐，你就别逗我，再这样，万一我控制不住自己，今天晚上你可要遭罪了。谁怕谁啊？就怕你没有那个胆子。我拿起酒瓶一饮而尽，正打算和这个妖精一决雌雄，突然余光一瞥，在不远处看到了熟悉的小白裙，顿时瞪大了眼睛。程潇，怎么是他？我一个只会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刚刚重生就从校花的床上拔腿就跑，晚上来到酒吧，又差点被风韵犹存的老板娘按在沙发上狠狠摩擦。就在我准备认命时，突然看到隔壁上菜的服务生，竟是前世与我有过纠葛的初恋。没想到刚重生第一天，3个和我有关的女人全都见了一面。这要是没有系统故意插手，打死我都不信。我没有，你胡说，别冤枉我。放你的屁！前世我可是在东山再起的过程中才遇到的程潇，现在这个时间点根本从来没见过他，好吧？就在我和系统激情对喷的时候，倩姐把我从沙发上拉起来。怎么了？哪位你认识？一个学校的同学。是吗？原来还是天之骄子。这个女孩当初还是我自己面试的，人有点腼腆，但长得是真漂亮。倩姐更漂亮。切，刚才看的眼睛都直了。你们这些男人啊，果然喜新厌旧呢。怎么，瞧着人家比我年轻，动心了？倩姐，千万别这么说，这种柴火妞哪能跟你比啊？得了吧你，这小姑娘挺好的，长得漂亮也能吃苦。我本来还准备好好培养她的，不过现在我怕是留不住喽。她家里挺困难的。看得出来，要不是不困难，谁会来我这里受苦啊？倩姐，我有个不情之请。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一会给他换个岗位，保证轻松，工资一分不少，信了吧，我的叶少爷。我欠你一个人情。既然我这么好，那就考虑考虑我呗。其实来我家当赘婿也不错，让你老爹再生一个继承家业不就好了？不是吧，倩姐这是怎么了？前世虽然喜欢口花花，但也没这么疯啊。这时，隔壁突然传来一声惊慌的喊叫声，我抬眼看去，只见一个醉汉正拉着程潇动手动脚。放手！不要啊！救命啊！你他娘的装什么清纯？干这行很累吧？不如跟着我，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程潇惊慌之下打翻了托盘，酒水洒了男人一裤裆。给你脸不要脸是不是？老子这身衣服多少钱你知道吗？对不起，我赔给你。肯，老子不差钱，但你必须给我擦干净了。醉汉一边说着，一把抓住程潇的手，就朝着自己裤裆这里拉。好，在姑奶奶的地盘放肆，叶凡你放心，我绝不让你同学吃亏。倩姐话还没说完，我已经一个闪身来到隔壁，一拳打飞醉汉，把程潇护在身后。谁他妈敢坏我好事？你他妈有病啊！给你醒酒，别客气。你他妈知道我是谁吗？我不等醉汉说完，抄起一瓶酒砸在对方头上。看来还是没醒，当众猥亵服务员，大家可都看着。你他妈的！醉汉还想动手，但看我扬起拳头，顿时就怂了。老板，这里的老板呢？还有没有王法了？我要报警！大家都看见了，这小子故意的找茬。报警？好啊，来，我帮你打电话怎么样？好像碰到硬茬了，这小子看着后台好像很硬啊。不是要报警吗？赶紧的，我时间挺宝贵的，要是怂了就赶紧给老子滚蛋。老子是客人，你他妈凭什么让我走？叶少的话就是我的话。你他妈又是哪来的骚货？倩姐脸色一变，抬手在醉汉脸上连扇了几个巴掌。老娘是这家酒吧的老板，从现在开始这里不欢迎你，还不滚，是要让我和你好好算账。敢欺负我的员工，还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醉汉本来还想留下几句狠话，可是张了张嘴，愣是一个字都吐不出口，灰溜溜逃离了酒吧。啧，倩姐就是威风啊。你少来，3瓶啤酒，一会算你账上。啊，行，看你抠的。行了，没热闹看了，各位都散了吧，该喝该玩。老板，谢谢你，是我没有处理好。那你应该怎么处理？我动手啊！老娘最看不惯男人用强，放心，出了事我替你担着。老板，谢谢你。别光谢我啊，怎么不该好好感谢一下你的同学？同学？谁的同学？你不认识他？倩姐，这算什么？霸道总裁爱上小白花，纨绔子弟与校花不得不说的故事，没看出来啊？招弟弟玩得挺嗨。我察觉到倩姐意味深长的眼神，赶紧摆手。嗨，倩姐你正常一点，别吓到人家呀，这就舍不得了。这女人到底怎么回事？刚才还忽悠我入赘，怎么突然就当起红娘了？不过这辈子我是真不想和程潇有什么瓜葛了，还是放她去找个好人嫁了吧。
行了，我也就是好奇而已。程潇，你怎么没告诉我，你还是魔都大学的高材生？在我这小酒吧端盘子也太屈才了。老板，我真不是故意隐瞒的，我可以兼顾好工作与学习，绝对不会给你添麻烦的。您千万别开除我。我可没不要你的意思。你学的是什么专业？工商管理。哟，这专业不错啊，换个岗位吧。正好我这里需要一个懂管理的，你来负责酒吧的管理。我不行的，我学的都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没实践过。我都不担心，你担心什么？一个酒吧而已，多大点事？我可是相信叶凡这小子的眼光，如果真亏了钱，我就找叶凡要补偿去。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怎么样？你是在我这里继续喝，还是送你同学回学校？此时的程潇就像是受惊的兔子一般慌慌张张，连看都不敢看我一眼。老板，我自己就可以回去的。我不回去。倩姐狐疑的在我们身上来回打呀。那行吧，你回去注意安全。程潇离开后，我和倩姐又喝了几杯，便起身告辞。才几点啊？这就走了？酒也尝过了，热闹也参与了，难不成真的留下埋醉？你这是一点机会也不留给姐姐啊！姐姐还想着等你喝醉了把你捡回家呢。别，咱现在的关系挺好。切，我都不怕，你怕什么？说真的，这么久了你都没去我的办公室坐坐吧？要不要去看看？不是吧，我怎么觉得倩姐今天要吃定了呢？戒色呢？别搞啊！她再主动一下，我就真扛不住了。行了，别磨叽了，去不去给个痛快话？既然倩姐盛情邀请，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罪过呀，罪过！苏嫣嫣的事情还没解决，又惹上了倩姐这个风流债。说起来，上辈子离开大学之后，我再也没有回来过这个伤心的地方。现在为了把苏嫣嫣哄好，也只能来一趟了。哇，前面又有学长在表白了。不是吧，这么浪漫的吗？不是说毕业季是分手季吗？怎么现在才表白？抓住最后的机会呗，不给大学生涯留下遗憾。不过对象是苏嫣嫣，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得了吧，苏学姐可傲着呢，零绯闻记录可不是谁都能保持的。也不一定，这一次表白的可是胡伟师哥，多少女生心目中的梦中男神啊！有人要对苏嫣嫣表白，那个胡伟我倒是听说过，学生会长吗？上辈子这个时间段，我忙着应付苏家的报复，没心思打听这些。不过既然这次遇到了，我怎么能袖手旁观？我快步来到宿舍区，果然看到一群人围在女生宿舍楼下。苏嫣嫣，是苏嫣嫣，她下来了。我看今天胡学长表白有戏。当然了，男神表白校花啊，这种场面怎么能错过？这一套用在处事未深的小姑娘身上，估计能把对方感动得稀里哗啦。可是苏家培养出来的嫡女，要是被这种小场面拿下，传出去岂不是成了天大的笑话？苏嫣嫣，在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已经被你深深的吸引。我一直想要鼓足勇气表达我的爱意，为了我们的将来，我一直都在努力。我已经应聘上了当地的公司，我已经可以给我们的未来承诺。苏嫣嫣，请给我一次机会，让我牵着你的手共度余生好吗？你说完了？完了。哈哈哈，以我对苏嫣嫣的了解，她这回估计早就不耐烦了吧？既然完了，那麻烦让让。他这话是什么意思？难不成嫌场面不够？我准备的不够多。苏嫣嫣，我是认真的，为了你，我可以付出一切。答应他，答应他。我去，这是什么俗套的套路？找几个脱稿道德绑架是吧？要是换个人，说不定真的能成功。只可惜他压根就不了解苏嫣嫣。我最后再说一次，给我让开。苏嫣嫣同学，我是认真的，我可以发誓。啧，看得我感动了。叶凡，你怎么在这里？这是谁呀？好讨厌！就是破坏男神的深情表白，怎么这么欠呢？嘘，小点声，那是经济系的叶凡，就是那个大一就把学长揍进医院，自己屁事没有的叶凡。真是他啊！这种纨绔子弟，咱们还是离远点吧。叶凡同学，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吵到我了算不算？哥们，方式太老套了，还挺狗血。怎么，你真以为找几个人带个节奏，就能逼迫苏嫣嫣就范了？我没这个意思。哥们，姑娘不是这样追的。算了，估计教也教不会，都散了吧。叶凡，我表白关你什么事？她是我女朋友，你说关不关我的事？不可能，苏嫣嫣怎么会看上你？怎么不可能？不信你问她。胡伟期盼地看向苏嫣嫣，苏嫣嫣翻了一个白眼，转身就走。无聊。听到没有？说你无聊呢。嫣嫣，你等我一下，跑那么快干什么？叶凡，你烦不烦？喂，你别不识好歹行不行？我刚刚可是帮你解围了。不稀罕，别跟着我。叶凡，我警告你，我们之间的事情还没解决。苏大小姐准备开战，就因为莫须有的罪名。听到这句话的苏嫣嫣瞬间停下了脚步，刚想转头怒目而视，结果跟在身后的叶凡刹车不及，苏嫣嫣硬生生撞进叶凡怀里。叶凡，你对我做的这一切，我一定。打住，那真的是个误会。我说过会给你一个交代的。在这之前，就请你离我远点。你要去医院看外公吧，我送你吧。
你放心，我不敢对你做什么的。不会对我做什么。那之前在宾馆，他可是差点。苏嫣嫣想到此处，脸色顿时红润起来，抬头看我一脸无辜，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你等一下，苏大小姐，你看看时间，是不是要来不及了？哼，你的车在哪？就在校门口。苏嫣嫣白了我一眼，哼哼唧唧的朝校门口走去。还行啊，比我想象中的顺利多了。我还以为今天怎么不也得吃2个嘴巴子呢？但该说不说，原来女神生起气来也是这么好看。你拿的都是什么东西？营养品啊。我知道是营养品，但你拿来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是补脑的，这个是补血的，还有这个西洋参，绝对是顶尖的货色。我是问你这些保健品的功效吗？叶凡，我是来陪外公做检查的，你没事就可以走了。我知道，但你外公毕竟是我送来医院的，我关心一下也在情理之中吧。我看我的病人，你照顾你的外公，咱们互不干涉。这不是一回事吗？叶凡，你到底想干什么？送礼啊。哼，我外公退休之前可是厅局级的干部，清廉刚挣了一辈子，不会收你的东西的。我装作听不懂的样子，顺势岔开话题。对了，我昨天托朋友找到了心血管方面的专家，你看安排在今天下午怎么样？我外公的事情我会处理，跟你没关系。开玩笑，还请专家？难道苏家请不到吗？这里是魔都，苏家的手伸不进来吧？你行了，我都安排好了，就赶紧的吧，别让你外公白等。叶凡，你这个无赖，我警告你，进去别乱说话。放心，我懂。你懂什么了？上辈子这个时候，苏家早都已经开始对叶氏全面围杀了。现在苏家还没动手，说明我救了他外公后，苏嫣嫣对我确实没有那重的杀心了。我想到此处，抢先一步钻进病房，二话不说来到床边，握住老人家的手。外公，你感觉怎么样啊？我来看你了。外公，我怎么不知道自己还有一个20多年没见面的外孙？一激动说顺嘴了。如果我说是口误，苏嫣嫣会不会相信？苏嫣嫣回过神来，只觉得自己快要气炸。叶凡，你给我让开！妍妍，这位是我同学，不是太熟。这傻丫头，不太熟的同学带着礼物来看我，真当外公是老糊涂。外公该不会是误会了吧？就刚才叶凡那表现，像是狗皮膏药一样赶也赶不走。这恭敬的表情和平时纨绔模样，简直判若两人。哼，他可真能装。那个，不好意思叫顺口了。没关系，小伙子，先坐下再说。好嘞，听苏嫣嫣说，外公查出了心脏问题，正好家里有长辈认识这方面的专家。在我面前展现人脉，是不是太急功近利了一些？到底是年轻人不够稳重啊！毕竟是宝贝外孙女第一个带到自己面前的同龄异性，自己必须要把好关。不急，小伙子多大了？和苏嫣嫣一样，今年毕业。是本地人吗？工作找好了。我刚要回答，医生正好进来查房。咦，小伙子，是你啊？梁局长，你们认识？什么？老爷子，就是这个小伙子把你送来医院的。万幸，要是差一步，可就真无力回天了。哎呦，小伙子你怎么不说啊？外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嘛。我的意思是，这是我应该做的。嫣嫣，你这孩子，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你们俩一问一答的，我有机会说吗？压根插不上嘴好不好？谢谢你啊，小伙子！如果不是你，我这条老命恐怕就要交代了。外公，您胡说什么呢？赶紧，呸呸呸！是啊，外公，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您福大命大，我也是正好遇到了，就算换了别人，我也会救的。用不着你在这装好人，叫谁外公呢？外公是你叫的吗？没事了就赶紧走，别耽误我外公做检查。嫣嫣，怎么说话呢？人家可是我的救命恩人，这是你对恩人的态度吗？没关系的，外公，我和嫣嫣之间有点误会。那个，我请的专家一会就到了，改天我再来看您。哎，小叶啊，给我留个电话，等我出院了再好好感谢你。行，那嫣嫣，我就先走了。走好不送？哎，还是不行吗？也对，换做谁也不可能这么原谅我。不过今天起码苏嫣嫣对我也没那么反感了，算是个好的开始吧。我在病房走廊刚走了2步，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医生，求求你，我一定会想办法的，不要终止治疗好不好？求求你了，我一定尽快筹钱。”程潇，他怎么在这里？筹什么钱？前世我虽然和他在一起过，但他从来都没说过这件事啊。哎，都是前世的风流债，既然遇到了，能帮就帮一把吧。我快走2步凑过去偷听，看到医生不耐烦地甩开程潇的手。张主任，求求你再宽限几天，我马上就能发工资了。医院也有医院的规矩，我们之间已经破例宽限了半个月，上面已经发话了，必须要结清医疗费用。你也别为难我了，实在不行，你找财务室的领导求情，你应该知道地方的。程潇的表情再三变换，最终还是鼓足勇气，朝着财务室而去。等等，财务室，我想起来了，程潇说过他以前差点被一个崽种给强上了，结果被诬告拘留了7天。我听说之后，立马就派人把那孙子的腿打断了。不好，程潇有危险。金科长，您好。金科长本来有些不耐烦，看到程潇眼前一亮，脸上顿时挂上了猥琐的笑容。是程潇啊，过来有什么事？金科长，实在不好意思，这么晚了还要打扰你。你看你说什么呢？
快进来坐。程潇似乎感受到了什么，走进办公室后，只是站在门口的位置，并没有继续向前。金科长见状，从自己的座位上站了起来。你的情况我了解了一点，张主任已经和我说了，你母亲已经拖欠了医院半个月的治疗费用。虽然我也很想帮你，不过院部刚刚下了新的规定。金科长，我知道我给医院添麻烦了，不过还请金科长可以宽限几天，我马上就要发工资了，我一定可以还上的。你们家的情况我知道，说实话，我也帮你争取过，特殊情况还是要特殊对待的嘛。太谢谢金科长了，您放心，我只要一发工资，第一时间我就会补齐拖欠的费用。程潇还以为迎来了转机，却没想到金科长趁着这个机会，一把关上了办公室的门。程潇立马意识不对，赶紧拉开与金科长之间的距离。金科长，您这是？程潇，医院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再说了，我帮你这么大一个忙，你是不是也要表示一下？金科长，您放心，我一定补齐费用。实在不行，我给您准备一份心意。那怎么行？你们家那么困难，我怎么好意思收你的红包呢？不过程潇啊，你还能坚持到什么时候？女人最好的年纪，总不能太过操劳。只要你跟了我，你母亲的病你大可放心，我会让最好的医生负责。一旦有了肾源，也可以第一时间给你。金科长坏笑着扑向程潇，程潇尖叫一声，赶紧抛开。金科长，你冷静一点，我一定可以及时补上治疗费用的。医院凭什么让你欠钱？医院又不是搞慈善的。今天给你2个选择，要么从了我，要么现在就带着你妈滚出医院。你就不怕我举报你？举报你大可以去试试啊，看看是相信我还是相信你。小宝贝别犹豫了，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金科长再也忍耐不住，还想要直接用强。程潇紧贴着办公桌，退无可退，下意识抓起桌上放着的一把剪刀。你别过来！嘿嘿嘿，你反抗啊！你反抗的越厉害，老子越兴奋。你特么谁呀？卧槽，你个祖宗！你要干什么？保安呢？快来救我！别打了，我错了。10分钟后，保安赶到现场，我立马停手，把金科长踢到保安脚下，转头才注意到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程潇，赶紧把他抱在怀里安慰：把剪刀放下吧，没事的，相信我，你已经安全了。是你，是我们见过的，我们是同学，真的没事了，有我在，没人可以伤害到你的。程潇扑到我怀里崩溃大哭，我见他总算是有了反应，这才松了一口气。保安面对这样的场面也是不知所措。金科长，你还好吧？报警！程潇听到对方要报警，下意识拉住我的衣角，眼中满是不安，看得我一阵心疼。上辈子程潇该是多么的无助，想想我干的那些事，真是畜生不如。只怕他当初离开我的时候，已经彻底对这个世界绝望了吧？没事，有我在，这件事我来帮你解决。真的吗？我点点头，拨通了李丽的电话。小叶总，你知不知道下班时间不要打扰员工休息？我要找律师。什么？现在吗？你说呢？张口就要律师，你当我是哆啦 A 梦吗？小叶总，要律师的话，你找公司法务部，要不我把号码给你，帮我安排，让他半小时内赶到华山医院。我是叶总的特助，不是你小叶总的私人保姆，好不好？小叶总，你这是又闯了什么祸？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你马上就要和我合作了，半小时后你也要到现场。我挂断电话后，又给医院的院长打了个电话说明情况。半小时后，各路人马汇聚一堂。什么？碎了？你确定？李助理，这恐怕会有点麻烦，这伤势已经达到量刑的级别了。废什么话？让你来是干什么的？这叫正当防卫，懂不懂？再不济这也叫见义勇为。不管多少钱，我们必须要赢。好家伙，本来以为这小祖宗又惹祸了，原来真是见义勇为。要不咱们和解，毕竟对方也见不得光。和解的话，要你们有什么用？小叶总的意思非常明白，不管花多少钱，对方一定要罪有应得，做不到你们自个儿去向叶总解释去。明白了，我们一定努力。另一边，我配合帽子叔叔做好笔录后，院长满头大汗地跑到我面前。叶大少，您消消气。院长，医院里闹出这么大的丑闻，你总得给个说法吧？金科长虽然这一次是猥亵未遂，不过谁也不知道这个人渣有没有先例。叶大少您放心，这件事我一定追查到底，绝不会心慈手软。对不起，我也没有想到给你添了这么大的麻烦。没什么，我欠你的。什么？没事，当我没说。那个，你的衣服被我弄脏了，要不然我帮你洗。不用，照顾好你自己。可是我……丽丽姐，麻烦你一下，一会送她回学校。我上辈子是不是欠了她的？她最近使唤我是越来越顺手了。不过这小姑娘长得的确好看。叶大少今天吃错什么药了？这么好的表现机会都不把握了。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不用这么客气，就算是别人我也一样会出手。世界本就破破烂烂，总要有人缝缝补补。程潇闻言呆立在原地，我见他这个样子，我长叹一声，打算先走，迎面就撞上了苏嫣嫣。叶凡，你怎么还没走？程潇，你怎么在这里？他是不是欺负你了？叶凡，你怎么还没走？程潇，你怎么在这里？他是不是欺负你了？
叶凡果然是个无耻的渣男，刚刚还在我面前献殷勤，结果转头就欺负其他姑娘。程潇面对苏嫣嫣审视的目光，不知所措地低下了头。我顿时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才好了。啊，这为什么有一种抓奸现场的错觉感？我啥也没干啊，这修罗场不关我的事啊。那个，我正好要回学校，要不咱们一起？叶凡，你的脸皮不是一般的厚。我好像是闻到了酸味。我呸！我收回刚刚在病房里说的话，你叶凡就是没脸没皮。苏嫣嫣同学，不是你想的那样。程同学，听我一句劝，离他远点，小心保护自己。不是的，我只是……你也要回学校吧？正好咱们一起。好吧。苏嫣嫣看了我一眼，冷哼一声，大步离去。程潇小心翼翼地跟在他身后。小叶总，你就不打算追上去解释一下？解释什么？难道你不怕那位小姐误会？嗨，这要吃醋就好了。苏嫣嫣急着带走程潇，大概是怕他羊入虎口吧。行吧，小叶总要是没事，我就先走了。你走吧。对了，明天我要去公司。这么急？既然我爸已经把投资部交给我了，那我当然要早点做出成绩来，你说对吧？那就明天公司见。另一边，程潇跟着苏嫣嫣一路回到宿舍楼下，程潇满脸纠结的犹豫开口：苏嫣嫣同学，我和叶同学真的没什么。手怎么了？难不成叶凡这个混蛋又用强？没，是我不小心才。给你个忠告，一定要小心叶凡，不然你会受伤的。真不是，你听我姐。打住，你和他之间的事和我没关系，我也没什么兴趣听。苏同学和叶凡这明显就是情侣间闹别扭，电视剧里都是这么演的，难道还在试探我？苏同学，你放心，我和陆同学之间真的没有关系，我也从来没有想过破坏别人的感情。什么叫破坏感情？程潇指的是我和叶凡，怎么可能？苏嫣嫣刚想开口解释，结果程潇已经消失在了夜色之中，气得苏嫣嫣直跺脚。与此同时，叶凡刚回到别墅，叶爱军就冲上来对着叶凡的脑袋一顿拍。臭小子，又闯祸了是吧？这一次竟然连公司的法务部都被惊动了。不是啊爸，你好歹了解清楚，我这算是见义勇为。我呸！你不惹祸我就谢天谢地了，还见义勇为？不信你给李丽打电话。叶爱军半信半疑的拿起电话，听完李丽的解释后，气得暴跳如雷。竟然还有这种事，简直无法无天！你小子怎么不往死里揍？这种混蛋打死活该！那啥老爹，我下手够狠了。嗨，行吧，明天要去公司是吧？这个投资部你好好干，记得别给老子丢人。是，我知道了。第二天，叶凡要成立投资部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叶氏集团，高层们纷纷表示无法理解。集团刚刚进军房地产市场，资金方面一直都有些棘手，这个时候成立投资部，还要我们各部门抽调2名精英过去帮忙，这算什么意思？对呀，资金原本就紧张，哪里还有闲钱做其他方面的投资？叶总这步走的实在是让人看不懂。你们不知道吧？这个投资部就是叶总量身为小叶总设定的。我操，让这位纨绔子弟来接手新成立的投资部，这不是在拿集团的未来开玩笑吗？就算叶总再睿智，也逃不过家族企业的习惯啊。问题是，现在正是叶氏集团高速发展的大好机会，一旦决策上出现失误，对于叶氏集团来说，很有可能会面临难以估计的损失。别提了，我去找过叶总了，但叶总就铁了心非要扶持小叶总，连丽丽都派过去了，咱们还能说什么？丽丽姐，部门的人员选定了没有？一共20人，选是选出来了，不过大家的积极性不高。怎么说？他们不看好我？或许有其他的顾虑吧。呵呵，这倒是在我的预料之中，毕竟没人会相信我一个纨绔是来做实事的。想要挽回口碑，任重道远啊！通知部门所有人，半小时之后在会议室开会。小叶总好。行了，都坐下吧。投资部今后不搞这一套，估计你们都已经认识我了。就算是没有看过本人的，也都听说过我的传闻。我知道你们现在都有顾虑，但从现在开始收起你们的顾虑，我要的是100%的投入。废话我不想说，投资部的未来你们会看到的。李丽，我们现在有多少资金？叶总给了2000万的权限。才2000万？上次的国战事件，我可是帮集团赚了2个小目标，老爸是不是也太……小叶总，叶总也是顶着压力的，毕竟投资部刚刚成立，不少高层还有顾虑。呵呵，一群鼠目寸光的东西。小叶总是也不说这些，李丽，给你个任务，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最短时间内给我联系上电信集团的高层。电信，小叶总，电信行业都控制在国家手中，民间不可能参与其中，而且办不到吗？可以联系，不过恕我直言。那就去联系，还有安排3个人，准备1周后出国考察。考察什么？这小叶总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我本来以为他是有备而来，可是这又是电信又是出国的，也不在我们叶氏集团的业务范围内啊。其他人给我收集目前市面上手机行业的相关资料，越详细越好，3天内给我报告。行了，散会吧。李副总，小叶总连项目都不说明白，这一上来就瞎胡闹吗？别问，小叶总已经发话了，自己分配工作，我只看结果。李丽板着脸分配了任务后，匆匆来到叶凡的办公室。小叶总，你是抽风了吗？你到底想要做什么？这样质疑自己的直属领导，是不是不太好？好吧，抱歉，我的态度不好。不过我就想请问一下小叶总，您到底想要做什么？
又是电信又是手机，还要出国考察。您不知道咱们投资部一共才多少钱吗？难不成还想发展手机业务不成？这赛道根本不是我们能插足的。淡定，知道为什么要你联系电信吗？不知道，但是在我看来，电信不过是刚刚分离出去的空壳而已。没错，如果我让你去找移动和联通合作，你有多少把握？我们叶氏从来没涉猎过这个行业，我没有任何把握。小易总，通信行业的市场就这么大，移动和联通自己都能吃得下，有必要分给别人吗？行了，我知道你的顾虑。问一句题外话，你现在的电话费一个月多少？咱们集团报销吗？一个月300，公司暂时不报销，不过已经被叶总提上了日程。如今才95年，全国平均工资也都没突破500大关，李丽的花费都要接近300。虽然手机开始慢慢普及了，但还是双向收费，这对于绝大部分老百姓来说还是相当奢侈的。如果我能提前开启小灵通业务，绝对能让叶氏的资产翻好几倍。小易总，您到底要说什么？你看，手机的资费不便宜吧？如果能够把通讯费打到固化的水平呢？是吗？这不可能，手机运营商是国家垄断，这方面根本就没有降价的可能。居安思危，你是舒服日子过惯了，不知道变通吗？小易总，我实在不明白，你到底想要做什么？你听说过 PHS 吗？简单来说就是手持式无线电话系统。您说了这么一大堆，不就是手机吗？我都跟您说过了。不，手持式无线电话系统，顾名思义就是无线固话。无线固话，有这种可能吗？小易总，你所谓的手持式无线电话系统，国内好像并没有。当然了，如果有的话，不早就开始普及了。他说了这么多，是不是在消遣我？国内都没有的玩意儿，你拿出来炫耀什么？就为了证明你叶大少见多识广？你看，你又急，就不能听我好好说完吗？小易总，你在打这个手持式无线电话系统的主意？没错，你的接受能力很强啊。小易总，这是不可能的。国内的移动领域在国家的手上，私人不可能承接，这一点是国策。别说是叶氏集团，就算是找到更高级别的领导，也没有商量的可能。我觉得没有必要把时间浪费在这种不可能的事情上。你忘了我让你做的事？您是说电信？对，就是电信。移动业务刚从电信拆分出去，电信迫切想要发展移动端的业务，对于咱们来说就是最好的机会。只要能把握住，这里面的利润足够让叶氏的资产再翻上几番。小易总，电信好歹也是央企，与民企合作的例子并不多。那是因为别人手上没有让他们心动的砝码。小易总，你凭什么认为他们会看上手持式无线电话系统？因为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那我多问一句，这个技术的源头是小日子的通信巨头 NTT。不现实。如果真的像小叶总说的这样，对方又怎么可能把技术转让给我们？国内市场有着巨大的潜力，这一点他们不可能视而不见。他们为什么自己不进入国内市场？很简单，他们没钱。您这个理由我倒是无法反驳了。NTT 空有技术，可是对于他们来说，从一开始的研究方向就是错的。在我看来，手持式无线电话系统可以作为市场空档期的过渡，但是整体的研究方向却是走错了路。您说的这些，我更听不懂了。不需要你明白这些，你只要记住一点。手持式无线电话系统是目前最适合国内市场的就行。至于凭什么说服 NTT， 那是我的事情，你只需要搞定电信高层就行。我可以试试，但结果不敢保证。那是你的事，我只看结果。你可是特助，就这点能耐吗？好吧，我会给您一个满意答复的。对了，小叶总，需要我从集团内部给你选一个秘书吗？不用了，秘书我已经有人选了，你先去忙吧。虽然金科长已经被立案调查，可是程潇的困难并没有得到解决。毕竟前世我伤他那么深，这辈子虽然我不能给他一个家，但能帮还是帮他一手吧。此时的医院内，程潇正和主治医师周旋。小程啊，我来找你主要是欠费的问题。金科长的事先不提，但医院也不能一直让你欠着医药费吧？张医生，我知道，能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能凑齐医药费的。不行啊，医院也是有规定的，我们最多宽限你1天的时间。1天？这么短的时间，我上哪儿去筹这么一大笔钱？离发工资的日子还有一段时间呢，现在家里的亲戚全都躲着我。那就不关我的事了，你自己解决吧。明天如果不交医药费，我也只能停止治疗了。妈妈是我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我绝不能眼睁睁看着妈妈去死。可是我现在该怎么办？叶大少，您今天怎么有空回学校了？嘿，叶大少，刚才有妹子找你。张嘴，你说这个干什么？没见叶少刚回来吗？那些用制俗粉哪里入得了叶少的眼？打发走就是了。就是啊，别提那些了。一会儿我出去买点烤串，咱们好好吃一顿。这一次可不一样，叶少你还是去见见吧，说不定有惊喜呢。这4个狗东西，等老子忙完之后挨个清算。尤其是张尊，我倒要看看他到底为什么要坑老子。我想到此处，也不再搭理他们4人，直接离开宿舍。张尊，你他妈怎么回事？没看出叶少这段时间都不搭理咱们了吗？就是叶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丫的竟然还搞事！不是，哥几个，这一次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叶少讨厌那些自以为是的女生，你又不是不知道。
这一次可是程校花。程潇，之前没听说过程潇和叶大少之间有什么故事啊？会不会是叶少调转枪头了？论颜值，苏嫣嫣和程潇不分伯仲，说不定叶少是觉得苏嫣嫣太难看，所以转头盯上程校花了。也不是，这一次可是程潇自己送上门的。这是好事啊，说不定叶大少心情一好，咱们的事情也有戏呢。谁说不是呢？我可是听我爸说了，投资部虽然刚刚成立，但是支持力度够大，咱们要是能进去，还不是吃香的喝辣的。有道理，一会趁这些少心情好，咱们试试。与此同时，我在宿舍楼下见到了双眼通红的程潇。想通啊？能不能换个地方？这里的人太多了。可以，跟我来吧。我领着程潇来到教学楼，随便找了一间教室，大步走了进去。我原本还以为叶凡一定会把我带到酒店，没想到竟然会是教室。难道说叶凡这个变态喜欢在教室里？既然想通了，那就快一点。就在这里。签协议而已，哪里不能签？他在磨叽什么呀？叶凡，能不能给我一点尊严？什么意思啊？想不通就算了。我看着程潇绝望的眼神，皱起了眉头。是不是我逼得太紧了？要不然让他好好考虑一下，或许还有更加稳妥的办法呢。程潇见我要走，心里更加绝望。他怎么可以这样，连最后的体面都不肯留给我吗？不仅要撕开自己的尊严，还要将自己踩入地狱。不行，不能再犹豫了。为了妈妈，我可以的。程潇紧咬嘴唇，跟着我来到教室里。可以，就在这里吧。嗨，早这样不就完事了吗？我话音刚落，只见程潇眼泛泪光，扯掉了自己的上衣。他颤抖的双手还要继续的时候，我赶紧大喝一声，把外套罩在程潇身上。住手！你在干什么？叶凡，我都已经答应你了，你要怎么样都可以，求求你救救我吗？不是，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这不就是你要的吗？是你赢了可以吗？为了我吗？我什么都愿意。现在你满意了吗？我之前已经想过了，大不了就当被疯狗咬了一口，可他为什么还不动手？难不成都已经到了这种时候了，他还要戏耍我吗？程潇绝望地闭上双眼，等待狂风暴雨的来临，用近乎祈求的声音小声开口：求你要了我吧。程潇等了半天都没有等到回应，睁开眼睛发现教室里空无一人。程潇失魂落魄地瘫坐在地上。他这就走了，是对我刚刚的表现不满意，还是因为我的歇斯底里让他败兴而归？可他要是走了，我妈妈该怎么办？我真该死啊！最后的机会我都没有把握住吗？哭完了吗？你到底要干什么？是会来讽刺我的吗？喝口水吧，不然咱们没得谈。程潇愣愣地接过水瓶喝了一口，终于恢复了几分理智。给你的协议你没看？还用看吗？1次2次还是1个月？1年。1年吗？他还真是一个魔鬼，1年之内我都是他的。也对，自己除了漂亮一点，又能给叶凡带来什么？好，就1年，你可以开始了。等等，你是不是又误会了？叶凡，我全都答应，还不够吗？哎呦，你干嘛？疼吗？疼。知道疼就好。现在给你10分钟，好好看一下这份协议。1年的助理，还是叶氏集团的职员，我该不会是在做梦吧？真的只是助理？当然，不过是随叫随到的那种。你必须24小时待命，处理任何突发事件。只有这样。程潇，谁给你的自信，觉得我会接受你自荐诊协？真的是我误会了。不对呀，魔都毕业生的平均收入也就800块，我凭什么值20万？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包我？他这该死的自尊，不管是当做赎罪还是其他，我只想程潇此生幸福。我也想离他远远的，但我实在做不到眼睁睁看着他陷入绝望。对于自己来说，或许可以轻易改变程潇的人生，能用钱解决的都不是事儿。我冷着脸，装出恶狠狠的样子。嗨，程潇，我不要你的身子，但是在这1年中，你的灵魂都要属于我，懂吗？看完就签字吧。为什么？什么为什么？你到底签不签？程潇见我不正面回答，低下头自我脑补。世界本就破破烂烂，总要有人缝缝补补。叶凡，你就是来缝补我的人生吗？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东西。给你半小时换身衣服，我们去医院。好。我和程潇一前一后离开了教学楼，奇怪的组合立马引起了许多吃瓜群众的注意。卧槽，那是程潇和叶凡，他们俩这是干什么去了？这大晚上的，一男一女从教学楼出来能干什么？而且还穿着男生的外套。卧槽！自苏校花之后，程校花也遭叶纨绔的魔爪，这可是爆炸性的新闻啊！怎么样，阿姨已经回到病房了吧？医生给我妈妈换了个单人的病房，还说这是你的意思。你在医院的欠款一共1万2，我还多交了5万的预留款，后续的治疗费用也不用你操心。社员加紧联系，我也会托关系。原来有人依靠的感觉是这样的吗？对了，酒吧的工作辞了吧？我会和倩姐打个招呼。不用，我自己和倩姐说。好，给你1周时间处理。谢谢你。免了吧，谢过很多次了，早点解决你的事情，我等着你来公司报道。前世的妻子跪在医院门口慢声救母，我于心不忍把她带到教室，她却把我当成变态，含泪撕碎上衣，我赶紧把外套盖在她身上，解除误会后送她离开教室。这一场面却在学校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大新闻啊！有人亲眼瞧见叶凡和程潇大晚上从教学楼出来，而且程潇身上穿的是叶凡的外套。不是吧？这都要毕业了，程大校花竟然……呵呵，
贪慕虚荣呗，他以为他是苏嫣嫣啊，人家那才是真的白富美。还真没看出来，程潇还挺有手段的。那可不，平时看起来挺高冷的，没想到还是逃不过银弹攻势啊。那也别选叶凡啊，名声不好。只要有钱就可以了，真要是嫁进叶家，那就是阔太太的命。咱们女人啊，嫁人可是第2次投胎。不少阴阳怪气的话在各个寝室流传。苏嫣嫣，你说程潇图什么？就不能矜持一点？就是玩得这么疯，还在教学楼里啧啧。苏嫣嫣，你说程潇是不是故意的？明明你和叶凡他，我和他怎么了？哼，真当我不知道上次我和叶凡一起离开后，他们也没少在我背后说闲话吗？只不过没这么明目张胆而已。现在轮到程潇，他们反倒没那些顾忌了。不是，嫣嫣，你误会我们的意思了。我只是觉得这个程潇是故意的。你前脚和叶凡一起离开学校，他后脚就勾搭上了叶凡，你说他是不是故意攀比？对啊，我看那个程潇就是故意在和你别苗头呢。你们要是把这些心思用在单词上，你的4级就不会挂科了。苏嫣嫣根本不受室友的挑拨，但心里却有些不是滋味。哼，叶凡那个渣男又在祸害女生了。那个程潇的家庭情况我倒是听说过一些，是个挺努力的小姑娘。这种女孩叶凡也下得去手？难道是因为医院的事情，叶凡威胁她了？苏嫣嫣想到此处，起身就朝外面走去。嫣嫣，马上就到锁门时间了，你干嘛去？嫣嫣她不会是要去找叶凡问个明白吧？不可能，咱们嫣嫣可傲着呢。你什么时候看她对男生上过心？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啊！你想啊，要是一般情况下也就算了，可是前脚嫣嫣和叶凡扯上关系，后脚叶凡就出轨程潇，嫣嫣心里怎么想？这样说一解释的话，好像也有可能。嫣嫣不一定看得上叶凡，但也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就让叶凡和程潇扯上关系吧？那岂不是变成苏嫣嫣不如程潇了？不是吧？你说2大校花争一个男人，那得引起多大的轰动？喂，哪位？是我，苏嫣嫣。啊，我今天是见鬼了！他从哪搞到的我的号码？嗨，是你啊？有事吗？出来谈谈。可以，你在学校吗？我马上就到。苏嫣嫣主动找自己，这让叶凡有些小兴奋。2人约在了校门口。劳斯莱斯停下的这一刻，苏嫣嫣显得有些犹豫，不过最终还是上了车。去哪？人多的地方，我对你的人品不放心。靠，这是怕我又对他那啥吧？上一次只是个误会。叶凡，少说这些废话，赶紧走。我苦笑一声，直接把车开到游乐场。啥意思？我说要找人多的地方，可你把我带到游乐场来干什么？你不是要找个人多的地方吗？这人还可以吧？那个，你和程潇。你吃醋了？叶凡，你能不能正经点？你是死是活我不管，可你总不能坏了程潇的名声吧？你就不能把我想得好些吗？我只是想帮他而已。你敢说你没有其他的歪心思？那上次医院是怎么回事？上次真的只是一个误会，我心里只有……你给我闭嘴！你又不听我解释，那叫我出来干什么？行了，你走吧，算我多管闲事。你去哪里？回学校吗？我可以送你。我去看我外公，你离我远一点。这女人一天天的还真是莫名其妙。算了，走就走，等电信的业务促成了，再慢慢哄她吧。小易总，我们已经联系上了电信高层，不过事情的进展并不顺利，对方似乎并没有显示出太大的兴趣。负责人是谁？专门负责国内市场开拓的高总，这是他的履历。咦，这位高总的履历有点东西啊，40岁不到能够做到主管电信市场部副总的位置。如果放到官场上，这位高总每一次的提拔都是刚刚好卡在了时间节点上，直升机螺旋式上升的干部，这可不多见。背景查了没有？当然，这位高总是苏家的女婿。苏家人？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咱们魔都可能对苏家没什么概念，但要是在苏省的话，那可是一个庞然大物。苏家的实力，上辈子我可是真真切切领教过了。这位高总一看就是苏家的嫡系，难怪如此傲气，面对叶氏的示好都不放在心上。有苏家的撑腰，再靠自己的能力，难怪能够平步青云。小易总，如果是苏家人，恐怕会有麻烦。根据我的了解，苏家当代家主野心十足，早就已经想要染指魔都了。的确有些麻烦。试探的时候有没有提到具体的合作？暂时还没有，但就怕对方已经有目标了。我知道了，提前我们的行程吧。小易总，商务签2天就可以搞定。告诉大家，做好准备，先把代理权拿到手，这样叶氏集团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与此同时，叶氏集团迎来了一位客人。您好，请问找谁？你好，我是来找叶凡的。小叶总，请问你有预约吗？没有预约，不过我和叶凡有过约定。这约定是什么意思？方便说一下吗？那我先给李助理打个电话问一下吧。知道了，把人请到我这里来吧。小叶总刚震惊了2天，又故态重生了，这都有人找上门了，我怎么莫名其妙就混成他的私人保姆了？李助理，那位小姐来了。对，是你。李小姐你好，我是来。小叶总最近很忙，如果仇小姐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和我说。李小姐误会了，我是来工作的。工作？
是。你稍等一下。李丽很快来到我办公室说明情况。我听到程潇来了也有些发懵。这就来了，我明明给程潇留下了1周的时间，怎么就这么迫不及待？完成程潇系列任务第1阶段，当前最恶值1110300，任务奖励发放中，恭喜宿主获得日语精通。不是，系统能不能靠谱一点？日语精通，叶氏集团请不起翻译吗？小叶总，您想什么呢？哦，没什么，给他安排入职吧，职位就是我的助理。真的，小叶总不会又干了不该干的坏事，被人家找上门了，就胡乱答应了对方的要求吧？好的，这确实符合他纨绔子弟的定位，还以为小叶总能够洗心革面，现在看来……怎么了？还有什么疑问吗？哦，没有了，我这就安排。上一世，我一个落魄纨绔，为了重上巅峰，行走在道德与底线的边缘，逼走了一颗心放在我身上的结发妻子。如今重活一世，我本来不想和他再有瓜葛，却不忍心见他为了救母而误入歧途，只好把程潇招到叶氏集团。我为了避嫌，直接把人丢给李丽。这是你的工位，以后你就是小叶总的助理，如果有什么不懂的，随时可以问我。多谢丽丽姐。先别急着谢我，叶氏集团对于员工的标准是很严格，就算你是小叶总亲自招来的，也要达标才行。是，我一定努力。我实在没有搞懂小叶总到底是什么意思。招聘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倒是没什么，可是助理这个岗位太重要了，不能光靠长相，能力也得出众。难不成小叶总想近水楼台？也不对啊，对于程潇这种处事未深的女孩，应该用不着这样繁琐的手段才对。丽丽姐，您在想什么呢？能不能给我一点工作啊？那你统计一下集团历年投资项目，再整理一下关于个人手持式电话系统的材料。倒不是我故意为难他，现在时间紧，任务重，给他安排这么多的工作量，我倒是要看这程潇到底是不是真心来工作的。转眼1天过去，程潇就把整理好的资料交到了李丽的手上。你整理完了？这可是1周的工作量啊，可别是糊弄我的吧？丽丽姐，你检查一下吧，如果哪里做的不好，我再回去改。这小姑娘是个人才啊，格式非常漂亮，你以前接触过？便利店也需要整理和整合，如果格式有问题的话，我可以改。不用，这样挺好。什么时候便利店也这么卷了？你现在对投资部有没有全新的认识？集团之前在投资方面并没有系统化的合理规范，其中有些数字明显没有做过市场调查，数字非常笼统，感觉像是坐在办公室里想出的答案。他不仅整合了文件，还能提出自己的建议，最关键的还是一语中的。我算是明白为什么小叶总要把他留在身边了，人才难得啊。丽丽姐，我刚刚是不是说错什么了？没事，刚刚在考虑事情，您很好，做得不错。丽丽姐，还有关于个人手持式电话系统的信息，我也收集到了一些。说说看。我们可以把个人手持式电话系统看作是固定式话宝的一种补充和延伸，它所采用的技术是将固定电话的最后一端线路由电缆连接改为无线连接方式进行通信。这东西你也有所涉猎？那倒没有，物理这一块我学的不是太好。丽丽姐，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回学校请教一下这方面的教授，或许可以给出更为中肯的回答。谦虚，这也太谦虚了，他可是妥妥的学霸啊。先不用，你昨晚通宵了吧？虽然你的素颜也很美，但来上班好歹也要收拾一下自己。抱歉，丽丽姐，我迷过2个小时了，你放心，绝对不会耽误今天的工作。不用了，先回去好好休息1天，后天再来上班就好。丽丽姐，是不是我做的哪里不好？这1周的工作你都做完了，你的情况我清楚，先休息吧，再去医院看看你妈妈吧。李丽整理了一下文件，走进了叶凡办公室。这么快就有结果了？你一直都知道他的能力，这么明显，傻子都看出来了。程潇过了你这关了吗？是个可塑之才，交给我调教，1年就能独当一面。丽丽姐，她是我的助理，人才难得，留在小叶总身边太暴殄天物了。不是，李丽既然要抢我的人，这才上任第2天，是不是过分了呀？回头再说吧。对了，这一次商务行程，把她也带上吧。他的能力足够参与了。与此同时，苏嫣嫣接到了父母的电话。楠都已经毕业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妈妈支持你在魔都上大学，可是毕业后你也要接受家里的安排。外公身体不好，不要拿你外公当借口，你要是再不回来，小心你爸亲自来魔都。哼，来了我也不走。这臭丫头真是被彻底宠坏了，好说歹说都不肯回来，说是要证明自己。这丫头越大越不懂事，还是小时候好，就知道黏着我，是自己的贴心小棉袄，还不是被你给宠坏了。你没宠，行了，先想想怎么和老爷子解释。怕什么？老爷子最疼嫣嫣了。可老爷子就想把嫣嫣留在身边，你又不是不知道，这祖孙俩都是一个脾气，拗得很。嫣嫣到底什么意思？说是想要在魔都找份工作。家里的企业呢？咱们家这么多公司，随便进哪个不行？你觉得我说了有用？你说嫣嫣不会背着咱们谈恋爱吧？汤哥，上次我去医院看爸，好像是提起过一个男生，说是嫣嫣的同学。爸怎么了？老毛病，心脏不好，平时也不注意。那男生是谁？
打听了吗？说不清楚，反正嫣嫣就说是普通朋友。不过你想，如果是普通朋友的话，怎么会带去医院？苏云长一听小棉袄要谈恋爱，当场就急了。雷惹，备车，我要去魔都问个清楚。5个小时后，一队豪车停在魔都大学宿舍楼门口，在同学们震惊的眼神中，苏嫣嫣不情愿地出现在宿舍门口。爸，你怎么来了？接咱们闺女回家。不回去。给，我已经问过导师了，学分已经修满了，随时可以离校。我说得很清楚，我要在魔都工作。嫣嫣，你该不会是为了谁留下的吧？老爸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觉？开什么玩笑？我怎么会为了男人留下？苏嫣嫣沉默的功夫，在苏云长眼里就是默认，当下立马暴跳如雷。哪个臭小子，老子打断他的第3条腿！哎呀，我不回去，爸你别多想，我是真的没有乱七八糟的事情，我就想留在魔都，我要证明我自己。楠楠，你在爸爸心里已经是最棒的了。又来，每次都是这样，就知道哄着我，我就是想独立，有这么难吗？楠楠，那先上车好不好？苏嫣嫣看了一眼周围的吃瓜群众，心里长叹一声：哎，老爸今天闹出这么大的阵仗来，这学校我恐怕是待不下去了。爸，你相信我，我真的没有谈恋爱，我解释的嘴都干了，你到底怎么才能相信啊？楠楠，爸爸不是不信你，可你都把人带到外公那里去了。等等，老爸说的是叶凡。好啊，找到根源了，又是叶凡，这家伙阴魂不散啊！爸，没有的事，如果我谈了，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好不好？楠楠，爸爸就是怕你被人给骗了。如果老爸知道叶凡对我做的那些事，恐怕不只是引起商业大战那么简单了，估计我这辈子都别想远离父母的视线了。算了，为了自由，还是别说了，回头我再想办法找叶凡算账去。我重生回到1995，准备在集团成立投资部干出一件大事。第一个项目就瞄准了小灵通业务。丽丽姐，小日子的 NTT 公司那边有回复了吗？已经联系上了，对方听说是叶氏集团对他们的项目有意，非常欢迎我们去洽谈合作。太好了，那就开始走流程吧，越快越好。好的，那就初步定在下周，咱们去一趟小日子。叶总，不用那么生分，现在是在公司，需要公私分明。那你的意思，下班后就不一样了？叶凡同学我真是被调戏了吗？我看到程潇俏脸微红的样子，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恨不得给自己2个大嘴巴子。马德，习惯了，嘴上没有把门的。程潇才是我最不该调戏的对象，毕竟上一世伤他那么深。嗨嗨，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你是个大好人。不是，这好人卡我是接还是不接呀？稳住，不能动摇，这辈子我不能再害程潇了。嗨嗨，说正事吧，让你查了几天的资料了，现在你对个人移动通信系统了解多少？叶总，我特意回学校请教了李教授，李教授也十分看好个人移动通信系统在国内的发展趋势。我想听你说说自己的看法，不涉及任何场外因素。我的看法重要吗？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我只是想听听你的想法而已。个人移动通信系统可以改变国内移动系统的未来。还有一点，只不过……放心大胆地说。我就是想要提醒叶总，个人移动通信系统的确可以在短时间内带来收益，但是这个项目并不适合长期运作。怎么说？详细讲一讲。就是我觉得个人移动通信系统这条路是错误的，恐怕与未来不符合。你是想说发展方向是错的？我搜集资料的时候也询问了李教授，这只是我自己的分析。个人移动通信系统这个方向在未来没有更大的创造性，很有可能会被取代。我没想到程潇竟然能分析出这种结果，惊讶地看着他。程潇立马慌张地低下头。叶总，我没有其他的意思，我只不过是……我真没想到程潇的眼光居然这么好。前世她嫁给我之后，我只当她是个不懂事的花瓶，还嫌弃她上不得台面，现在看来对她实在是太不公平了。这辈子我就给她足够的舞台，希望她能在职场上发光发热吧。很好，准备一下，这一次你要一起去哪儿 ？NTT 总部。这要出国吗？阿姨这边你完全可以放心，我已经派人。我知道，我还没有谢谢你。没什么，我只是让你没有后顾之忧，这样才能榨压你的剩余劳动力。叶总，对了，还有一个意见，不要每天都穿同一套衣服。好，我知道。哎，拿好你的东西，跟我走。现在吗？对，现在，我先去楼下等你。叶总，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小日子。什么意思？就因为不喜欢，所以这一次谁也不要给我丢人。小叶总，其实程潇还想再说什么，我直接拉着他走进商场。叶少，你好，很荣幸为您服务。今天为他服务，商务出行。导购看向程潇，嫉妒的眼神一闪而逝，随后又换上职业的微笑。明白，这位女士，请跟我来，这套衣服您可以试一下。程潇接过衣服，看到上面的标价，手顿时一抖。这一件衣服就要18000？我这是怎么了？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感觉？不对，这里不属于我。别愣着了，赶紧去换一下看看。叶少，您对您女朋友真好。她不是呀，叶少，
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打探您的私事，不是好啊？那我是不是也能有机会？导购面露喜色朝我身边贴了贴，我眉头一皱，向后退了一步。导购瞬间明白了我的意思，并没有死缠烂打。不错，不愧是大商场的导购，还是很会看眼色的。为什么不换？不喜欢？对不起。程潇，你给我站住！我说过了，我讨厌小日子，所以这一次的一切费用都是由公司承担。你作为我的助理，在这种场合需要配合我，这也是你的工作。小叶总，抱歉，这里不适合我，实在不行，您还是换个人吧。上辈子的程潇什么时候对我说过一个不字？一切都按照我的喜好来，反倒是我还延续着前世的思维，并没有考虑过他的感受。小叶总，对不起，我知道您是为了我好，但您已经为我付出太多了。如果再接受你的好意，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罢了，明天换套像样的衣服。身为助理，这也是你的责任。好，多谢小叶总体谅。那我能走了吗？我想去前面的地铁站。他这是告诉我，他和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吗？也好，这样也少了我不少的事情。你好，哪位？你是叶小子吗？外公。嘿，你小子有空没有？请你这个救命恩人吃饭。今晚吗？怎么，今晚你有约了？那倒不是，陪您吃饭才是头等大事。哈哈哈，你小子嘴还是那么甜，一会地址发你，记得早点到啊，这段时间在医院憋得很。好，我一定准时到。此时的苏家魔都别墅内，苏云长正在和高刚闲聊。妹夫啊，今天庆祝我老丈人平安出院，你也帮我好好劝劝你侄女，回家有什么不好的，偏要自己闯。一个女孩子有必要急着证明自己吗？二哥，我这可劝不了。嫣嫣从小主意就多，你这当爹的话都不听，还能听我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嘛。你们混体制的不是最拿手。你对我是不是有什么误解？不管怎么样，你总要帮我劝劝。行吧，那我尽力。两人一拍即合，结伴来到迎宾楼。苏嫣嫣正陪着外公说话，苏云长和高刚一进屋就左右开弓，劝苏嫣嫣回家。姑父好歹是电信的领导，那可不是一般的能说呀。既然说不过，那我就安安静静不开口，省得被他们抓到把柄。楠楠啊，你姑父说了这么多，你也好好考虑一下。爸爸妈妈年纪都大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爸，你说什么呢？终于舍得开口了。爸，你这是道德绑架。我可没有，子女膝下承欢，我有什么错？你，外公，你不管你女婿。嗨，云长啊，对，我也只是担心楠楠。嫣，你爸爸刚刚说的不错，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外公，怎么连你也？这话虽然没错，不过我年纪也大了，没几年了，我也想嫣可以膝下承欢了。咱们有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感觉，感情老爷子在这里等着我呢。外公，你放心，嫣一定好好孝顺你。咱们快吃饭吧，医生说了，你现在最好少食多餐。得急，我还有个客人。外公，你还请了客人？苏嫣嫣看着外公意味深长的眼神，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外公，你不会是找了？外公，我没迟到吧？果然是他，叶凡，你还真敢来！他是笃定了我不会把那件事告诉我爸了，太嚣张了吧！哎呦，小叶你来了，快坐。外公，你为什么要请他呀？这是咱们的家宴。怎么说话呢？小叶好歹也是我的救命恩人。这就是送你就医的年轻人。小叶还是楠楠的同学呢，你说巧不巧？巧个屁！这叶凡给外公下了什么药，竟然这么喜欢他？老爷子，感谢你的邀请，这是我这2天淘来的棋盘，知道老爷子好这一口，我全当是借花献佛了。哟，那我倒是要好好瞧瞧。这是红玛瑙。老爷子，都说棋子出云南，以永昌者为上。不错，的确是永昌产的，而且还是极品。这套棋具的价值很难估量啊。好是好，可惜了。老爷子这是为何？礼太重，我可受不起。小叶，你是不是忘了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了？身为检察院干部，总不能老了反而腐败了吧？老爷子，都说宝刀送英雄，这棋具放我这里就是珠玉蒙尘。你小子可别忽悠我，就你的棋力远在我之上，这棋具你可要收好，难得珍撇啊。老爷子，要不放你这里，以后我来你这里下棋，咱们就用这套，总不能让我带来带去，实在麻烦。这小伙子不简单，一般家庭哪能掏出这么贵重的古董送人？看样子也是出身名门，倒是不知道是哪家的子弟，能得到老爷子的认可，还主动邀请对方吃饭。岳父这又喜欢又不敢收的样子，看着也挺好笑的。苏云长见老爷子的确喜欢，急忙开口打圆场。既然小伙子这样说，你收下就是，实在不行，我买下来送你罢了。既然小叶也是一片好心，那就先放在我这吧。小伙子，感谢你的见义勇为。苏总你好，你知道我
家父叶爱军。原来是叶家公子。巧了，叶氏集团魔都民企头把交易嘛，不过终究是底蕴不足，和我们这种隐士豪门没法比。不过叶爱军培养的这个儿子倒是不错。苏云长上下打量着叶凡，满意的点点头。叶公子也喜欢下棋，略懂一点。叔叔还是叫我小叶吧。你我来上一局如何？好啊，恭敬不如从命。呵呵呵，还真是英雄出少年啊！见自己无力回天，就直接弃子投降，这样的对手往往才是最可怕的。毕竟不是谁都输得起的。叔叔，小子承让了。年轻人不错，也快开饭了，咱们入座吧。爸，这还没输呢。傻丫头，你胜负欲太重，这样可不好。这时，一旁的高刚也和叶凡攀谈起来。小叶也是魔都大学的学生，是，不过应该算是毕业了，都进了自家公司。本想着创业来着，不过还是先脚踏实地的好。哈哈，年轻人倒是懂进退。前不久你们叶氏集团倒是有人联系过我，不巧正是在下，倒是诚实，我称呼你一句小叶总，不为过吧？当然，高总客气了。听说叶氏有意进军通信领域，蛋糕很大，总有人想要分上一杯羹。想法不错，可是在国内，通信领域属于严格管控。我知道，所以才来找高总合作。之前我倒是没有兴趣，不过现在我倒是兴趣十足。高总如果真的有兴趣，改日我亲自登门拜访，如何？好，小叶总，这是想要打我一个措手不及呀！请，那我到时候就恭候小叶总。这个年轻人挺难对付啊，最近上级给他考核指标，确实让我不太好过。在通信领域，电信根本无法与移动和联通抗衡。这个时候叶氏找上门，我确实是想要摸一下叶氏集团的深浅。没想到这个小叶总守口如瓶，半点消息都不透露，一点也不像初出茅庐的样子。行了，今天是庆祝老爷子出院，不谈工作。不愧是老狐狸，这一唱一和，配合的倒是天衣无缝。苏云长见高刚套不出我的话来，就及时打圆场，反倒让我落了下乘了。此时的苏嫣嫣看在眼里，也是暗暗皱眉。虽然不喜欢叶凡，不过他好歹是外公请来的客人，这样欺负不太好吧？叶凡，我敬你一杯，谢谢你救了爷爷，我们两清。他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代表我之前对他做过的那些糊涂事，他不打算追究了？我说过，我还欠你一个解释，我一定会给你的。用不着，咱们今后桥归桥，路归路，各不相见。你们两个这是打什么哑谜？爸，年轻人的事情你就别管了。是啊，叔叔，这是我和苏嫣嫣之间的事，这才是我担心的好不好？女儿大了，有自己的小秘密了，不像以前什么秘密都会告诉我，有些失落了。一顿饭吃的宾主尽欢，叶凡陪着外公说了一会话就起身告辞。我送送你。苏嫣嫣自告奋勇的态度落在苏云长的眼里，暗暗紧张了起来。闺女该不会是因为这个叶凡才留在魔都的吧？妹夫，你怎么看？叶家后继有人，刚刚我几次试探，对方都巧妙回避。不得不承认，这个叶凡的确不凡，虽然年纪轻轻，但表现得足够老道。对了，叶氏想要进军通信领域，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叶氏集团这段时间铺子开得有点大，前不久才高调宣布进军房地产，这也是我不看好叶氏集团的原因。虽然叶氏的营收和净利润一直很健康，外贸业务的根基也很难动摇，但想要多线开花似乎并不现实。不管是房地产还是通信领域，都是烧钱的项目，凭叶氏集团现有的财力，恐怕很难支持。所以你觉得是烟雾弹？我一开始是这样认为的，不过今天见了小叶总之后，似乎又有些动摇。这小子不按常理出牌，的确让人头疼。可能是我道行不够吧，我感觉自己根本就摸不清叶凡的底牌。这我也看不懂。二哥，你说真的能得到你如此评价？这要是传出去，叶凡可真要出名了。不想这么多，我现在担心的是丹丹，他对小叶似乎有些不同。二哥，年轻人嘛，还是不要过度干涉了。废话，不是你归你，你当然无所谓。得当我什么都没说吧。嫣嫣，你就别送了，外面怪冷的，好好回去陪着外公吧。叶凡，你是故意装傻听不懂吧？什么意思啊？你就不应该来，这可是外公请的我。那是我外公。对，现在是你外公，将来的事谁也不知道。你，除非我瞎了眼，要不然……别，你这么咒自己可不好。苏嫣嫣气得直冒烟，看着叶凡的眼神越发不善，简直要气死我了。原本最该避嫌的就是他，难道两人见面不尴尬吗？毕竟该看到的不该看到的都已经算了。叶凡没脸没皮，自己又不是第一次领教了。对了，叔叔怎么会来魔都的？跟你有关系吗？这是我家的事。呵呵，我猜叔叔是来抓你回去的吧？其实苏云长出现在魔都，我就已经猜到了。前世我霍霍了苏嫣嫣，导致苏云长愤怒出手，更是把苏嫣嫣带回了苏家。他虽然终老一生，可是在商界还是表现出了巨大的天赋。虽然这辈子偏离了前世的轨道，但我知道苏嫣嫣一直都想要证明自己，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估计是他不想回到苏家，打算在魔都闯出一片自己的天空，所以苏云长才会急着过来吧。
和你无关，没事你就快滚蛋。话可不能这么说，魔都的蛋糕就这么大，要是苏家硬是要挤进来，那我们说不定就要成为对手了。叶凡，你怕了？的确怕了，怕我自己下不去手，狠不了心。你无耻！苏嫣嫣看着叶凡的眼神，没来由的一阵心慌。渣男，果然就是个渣男，情话随随便便说出口。哼，这些话你留给程潇去。嫣嫣小姐，莫不是吃醋了？走好，不送。我说过的，一定给你个交代。滚！这人哪壶不开提哪壶，难道还想要挟我不成？明明是这个混蛋对自己无礼。叶凡，你给我等着，有的是你哭的时候。苏嫣嫣头也不回的离开后，我的脸上露出了一个微笑。果然被自己给刺激到了，这样也好，更加坚定了苏嫣嫣留下的决心，至少不会回到苏省，不然可就不能常常见到她了。我走向跑车准备回家，此时的叶家内，叶爱军正在暴怒。臭小子，这个混小子人呢？叶爱军把桌子拍得震天响，一旁的张倩一句话都不敢说。老叶，你消气。消气？消个屁！那可是我重金买回来的棋盘，我都没上手呢，就被这小子给霍霍了。原本还以为臭小子是浪子回头金不换，这一次老子非打断臭小子的腿不可。臭小子还敢回来，鸡毛掸子呢？给我找出来！臭小子别跑！小凡，快逃！臭小子站住！你先把东西放下，我不打你，你给我站住！傻子才信，这种亏我小时候吃过好多次。一阵鸡飞狗跳后，直到叶爱军没力气再追，这才停下脚步，气喘吁吁。说，老子的棋盘呢？送人了。我敲你。等会老爸，别说脏话，你别急啊，就不问问我送给谁了？废话，这还用问？你除了败家还能干什么？说，又是哪个小姑娘？苏家家主的老丈人。苏家？哪个苏家？还能是哪个？苏省那个。叶爱军闻言瞬间冷静了下来。混小子什么时候和苏家扯上关系了？苏家这种百年世家，确实不是叶氏集团能抗衡的。说说到底怎么回事？你先让我喘口气。别废话，赶紧说。不是，我这刚回来，你就撵着我满院子走，现在还不让我喘气了。活该，你以前干的糟心事还少。爸，就是一套棋具，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吗？一套棋具，你知不知道？为了这套棋具，你老爹拖了多少人脉？爸，就你这臭棋篓子，不至于。你特么的！行了，闹也闹够了，总不能让人看了笑话。哼，给我滚进来！张姨谢了呀。赶紧去道个歉，你爸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吃软不吃硬，多说几句好话，这事也就过去了。一会好好谈，我去给你们煲汤。其实张姨确实是个好人啊，上辈子我就想不明白，对她一直没什么好脸色。其实爸妈离婚也不能全都怪罪于我吧？说吧，到底怎么回事？我的同学苏嫣嫣是苏家嫡女，你小子狗改不了吃屎，说了半天还是为了女人。爸，你别冲动，虽然有这方面的原因，不过最多也就是适逢其会。我简单的讲了一下自己救下外公的经过，还有苏云常来魔都的目的。叶爱军听过之后，眼前一亮。这么说来，你还是苏家的恩人，算是吧。你上次汇报的手持式无线电话系统也和苏家有关，电信的主管副总正是苏家的姑爷，这是有戏？不一定。什么意思？你救了苏家家主的老丈人，这种情况下合作不该是顺理成章？难不成苏家还有其他想法？爸，这样的百年豪门，内里弯弯绕绕太多了。你是说他们还有其他的内部矛盾？或许吧。今天酒席上，苏家姑爷倒是提起过合作的可能，不过被我给圆过去了。为什么？我觉得不该这么顺利，我怕有诈。我是觉得商场没有恩情，只有永远的利益。我可不会觉得救了苏嫣嫣外公一命，苏家就要感恩戴德，把自己利益给让出来。当真这么简单的话，苏家这百年豪门也不可能流传至今。不错，谨慎些也是好的。听说马上就要去考察了，定下来了，就这2天出发，有没有把握？爸，我知道你担心的是什么。嘿，臭小子，你倒是说说。爸，你担心的不就是房地产业务吗？叶氏集团刚刚高调宣布进军，正是急需资金周转的时候，你是怕资金链出现问题？说得不错，目前来说，房地产项目的确是最佳时机。可是钱只有这些，银行方面虽然给了政策，但是一旦收紧，对于咱们来说会极其被动，所以我对你的支持不会太多。爸，这个业务前期投入的并不多，你放心好了，我送给你的绝对是惊喜。好，我不干预。现在说说棋具，我花了300万，你怎么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你们今天看到了没有？看到什么？职业装的诱惑。谁呀谁呀？说的这么玄乎。我看到了，那身段加上这颜值，简直了。你们说的是李副总，你们胆子也太大了吧？别讲，李副总的确好看，不过比起他还是差了一点。你们到底说的是谁？还能是谁？小叶总新招来的助理程潇呗。不会吧？程潇我知道，
平时都穿一个样，长得是好看，但也就和李副总不相上下。你懂个屁啊！今天穿了职业装，还有那吸睛的黑丝，真的实在是没这么离谱吧？你一回瞧见了，别流口水。果然，男人凑在一起，话题总是离不开女人。你们说程潇这样穿是不是？小声点，反正不管怎么样，我都准备尝试追求一下。你不要命了？他可是小叶总的助理，小叶总亲自招来的。经过我这2天的观察，应该不像，程潇挺单纯的一姑娘。那要不是，谁要是成了，包1个月的中饭。这倒可以。我听着三人越说越离谱，顿时脸色一黑。嗨嗨，小叶总，小叶总您来了。继续说。不是，小叶总，我们错了。月底考核不合格的，呵呵。明白，小叶总，我们现在就去干活。听够了吗？小叶总说的什么话？我可没有听墙角的习惯。李副总貌似来的比我还久吧？小叶总说笑了，你是怎么发现我的？长江后浪推前浪，丽丽姐是不是感觉到压力了？小叶总，这是挑拨同事间的关系。哈哈哈，没事，我就是开个玩笑。好吧，李丽这身份和地位的确不会迁怒程潇，我不过就是试探一下。这臭小子还挺小心眼的，护得这么紧，还说没有想法呢。不过程潇今天这身打扮也确实让人眼前一亮，也难怪这小年轻把持不住。但小叶总不明说，我也不能当什么都不知道，回头还是敲打一下这帮小子吧。叶凡回到办公室，就让人把程潇喊过来。仔细想想，昨天的确是我没有顾及到程潇的感受，对于他来说，这样的消费不是他可以理解的。小叶总，你找我。好家伙，果然是职业装的诱惑呀！那几个小子真没瞎说，能把职业装穿到如此惊艳的程度，程潇的魅力实在无限。程潇察觉到我赤裸裸的目光，顿时脸红着低下头。小叶总，我抱歉，这身衣服很适合你。刚刚我和李副总对接了一下，明天出发。这么快？肥肉一直就在那摆着，要是被人惦记上可不好。虽然我把小灵通出现的时间提早了不少，但蝴蝶的翅膀一旦扇动，天知道会发生什么意外，还是谨慎一点比较好。明白了，我去准备一下。不用了，今天留在办公室，我随时可以提醒你。留在办公室，这似乎不太好吧？我假装没看到程潇询问的目光，心里却是暗骂自己不争气。好吧，我承认，我就是不想那些心怀龌龊的同事多看程潇一眼。可恶啊！明明告诫自己千万要远离程潇，看来我还是小瞧了程潇的魅力。小叶总，我嗨，今后在公司注意点，那些家伙还拿追你打赌。小叶总，对不起，我下次不这么穿了。别，多穿爱看。那个，我的意思是，他们的心思不纯，和你没有关系。接下来的1天时间里，我一直把程潇放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果然没有其他男同事敢偷看。对了，明天去机场，我去你家接你。不用，我可以坐公交的。需要提前2个小时，公交的时间不定，事关重大，不允许有任何的意外。那好吧。第2天上午，我开着跑车停在一处巷子口，程潇看到车子赶紧跑上来。小叶总，我没迟到吧？不是正式场合，直接喊我名字，咱们还是老同学。是小叶总。哦，抱歉，叶凡。上车吧。程潇坐上副驾驶，犹豫了良久，最终还是把自己准备好的鸡蛋给拿了出来。叶凡，你吃早饭了没有？我多煮了1个鸡蛋。一会的，我这也没熟啊。程潇脸红了一下，快速剥开鸡蛋，放在我的嘴边。前世我和他刚刚结婚的时候，好像就是这样。这种场面已经多久没见过了？可惜我……你当心烫。没关系，谢谢你的鸡蛋。对了，那个盒子里面的东西是给你的。这是什么？ CD 机，一会用得上。很快，2人来到机场，李丽领着叶凡走进商务舱，其他同事们则是去了经济舱。小叶总，如果我没看错的话，程潇手里的那个 CD 机是我上个月出差帮你带回来的吧？高空容易引发耳鸣，难道你不知道？这个当然知道，关键你做的太明显了吧？合着别的同事就是纯工具人呗？我只是……对，别解释，小叶总，咱们不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明明想好了这辈子远离程潇，但总是不经意间就会关心他。对了，丽丽姐，咱们商量一下。李丽闻言，一脸警惕地看着我。小叶总，过分了啊！不是，我还什么都没说呢。你该不会是想要我和你的助理换个位置吧？你这失联我都要牺牲了。程潇恐高，你怎么知道的？刚刚留意了一下，他一直都在深呼吸。你知道的，人一旦紧张了，总是控制不住下意识的行为。说来说去，你就是想让我换位置？当然不是，我再怎么混蛋也不能牺牲丽丽姐啊。和你商量一下，一会我去后面，你帮忙照顾一下程潇，别穿帮了，就说我需要商量细节。真的，看来小叶总这次真是认真了，为了程潇，竟然愿意委屈自己，这是不是太夸张了？行不行？给句话。没问题。谢了。还真没看出来，倒是个情种。此时的经济舱内，程潇脸色苍白，额头布满冷汗，浑身不住的颤抖。程助理，你这是怎么了？没事。小叶总，您这是？程潇，跟我换个位置，我还有一些数据需要核对一下。你去我的位置，就在李副总旁边。可是这不符合规定。赶紧的，一会就要起飞了。好，我明白了。愣着干什么？
还要我请空姐给你带路？不用。程潇赶紧离开，只不过心里却是有些埋怨叶凡。我都已经很紧张了，竟然还要自己换位置，这家伙真是。李总，小叶总他知道，还有些数据要核对，坐吧。哦，好的。这程潇小心谨慎的模样，还真是有种我见犹怜的既视感。没想到啊，原来叶凡好这一口。不过我也挺欣赏程潇的，有天赋又努力，未来的空间很大。如果好好培养的话，说不定真的可以独当一面。李丽见程潇还是脸色苍白，好心问了一句：“紧张吗？”是有一点点。别担心，飞机才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我知道，我不过是知道为什么商务车的机票这么贵吗？这部分的位置是飞机最平稳的地方，颠簸会小很多。这样吧，一会起飞之后喝点，可以很好缓和情绪。我以前也是这样的。李总也恐高吗？这有什么稀奇的？只要是人都有害怕的东西。李丽一边安慰程潇，一边招呼空姐过来，2杯红酒，谢谢。与此同时，我在经济舱心里升起一丝不祥的预感，总感觉好像忘了点什么呢。李丽应该能照顾好程潇吧？小叶总，咱们等李副总和程助理吗？商务舱优先下机，他们早就在等咱们了吧？对，倒是把这个给忘了。小叶总为了程助理，宁愿在经济舱受委屈，看来是真爱啊。什么？好，我知道了。小叶总，这是……你们先等着吧。我快步朝另一边跑去，拐过2个弯，终于见到了狼狈的李丽和坐在地上傻笑的程潇。你那是什么表情？想笑就笑？不是，好好的，给他喝什么酒啊？谁能想到程潇的酒量这么浅，才1杯红酒就醉了。关键他安安静静睡觉也就算了，在飞机上又哭又笑的，你是不知道那些人看我的眼神。上一世我可是领教过醉酒的程潇有多可怕的，那次酒会1杯鸡尾酒就让我彻底破防了。我这是招谁惹谁了？不仅要伺候你小叶总，现在就连你的小助理都要自己负责。嗨，好了，别抱怨了，回去我再给丽丽姐赔罪行吗？我抱起醉醺醺的程潇，领着一脸怨气的李丽回到众人面前。这是怎么了？小叶总，要不然咱们搭把手，您可别累着。滚蛋，车呢？小叶总，车是程助理安排的，你们就不能知道了？能，当然能。小叶总您稍等，我们立马去找。小叶总，按照行程，我们先要去 NTT 的工厂进行考察，去酒店。可是小叶总都已经约好了，那就赶行程。李副总您看，要不我先去，让对方等着也不好。小日子最注重这方面，不能让他们觉得怠慢。你安顿好程潇之后再赶来也好，那就辛苦丽丽姐了。我先带着程潇回酒店。你们说小叶总会不会？我猜肯定是了，这个机会要是再把握不住，还是不是男人了？呵呵，像什么呢？小叶总可不是这样的人。就是，你们脑子怎么这么龌龊？闭嘴，干活。另一边，酒店的套房内，我哄了半天才让程潇安静下来。他这喝多了就耍酒疯的毛病，真是太吓人了。我好歹是个正常男人，虽然心里知道不该和他发生点什么，但他上来就脱衣服，我也扛不住啊。程潇，这是你引诱我的。我把被子盖在程潇身上，转身就去了浴室。洗个冷水澡吧，明明上辈子都老夫老妻了，怎么还是感觉这么刺激？我对着冷水冲了5分钟，还是感觉身上有些燥热。妈的，谁他妈说冷水澡有用了？就在这时，卫生间的门突然被推开。我操，太刺激了吧！我真没想到程潇还有酒后乱性的一面，看来自己前世对他还不够了解啊。如果他非要占我便宜的话，我到底推不推开他呀？程潇醉醺醺的走进来，对着马桶就开始呕吐，接着整个人就软倒在地上。喂，程潇，你醒着呢吗？我见程潇半天没有反应，赶紧穿好衣服。此时的程潇紧闭双眼，心里更是一团乱糟糟。叶凡他为什么会在这里洗澡？现在这种情况，自己是继续装晕，还是夺门而逃啊？叶凡会不会兽性发作？他不会对我下手吧？我怎么就喝酒了呢？真是麻烦。他想干什么？难不成不，绝对不行，自己绝不能这样稀里糊涂就……程潇刚想反抗，却感觉自己腾空而起，还没来得及惊呼，下一秒就一头砸在了松软的床上。叶凡，你还有没有人性？难道看不来我难受吗？果然，温柔的霸道总裁只有小说里才会出现。程潇刚想翻身，下一秒叶凡就已经拿起一旁的被子，将程潇给捆成了粽子。终于消停了，再折腾2下，老子可真就要把持不住了。叶凡满意的看着自己的杰作，然后关门离开卧室。程潇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他没有打算趁人之危吗？丽丽姐，参观进行的怎么样？在他们的安排下参观了工厂，说实话，和国内的区别很大。今天我算是开眼了，在这里每一个环节都有着精密的管理计划，分工组中一切都很合理，将人员和成本控制到了最优。记住，你现在看到的是他们想要给你看的，我现在最想知道的就是对方的生产上限。对了，小叶总，还有一件事，有什么话就直说吧。NTT 好像对我们的到来并不上心，接待我的竟然只是一名次长和营业科科长，在 NTT 公司的架构中也不过是一名中层干部，他们明显是在轻视我们。呵呵，狗东西骨子里的傲慢而已，NTT 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回来吧。回来？现在吗？
晚上还有 NTT 的欢迎会。现在着急的不是我们，随便找个借口回绝晚上的欢迎会。啊，我明白了。李丽虽然不清楚叶凡的用意，不过还是严格执行了命令。半小时之后，李丽一行人回到了酒店。开门开得挺快的啊，我还以为你现在不方便。怎么，我在你心里已经和四郎划等号了？差不多吧。仇笑人呢？在房间睡着呢，醉鬼一个。怎么样，喝一杯？这是想灌醉我？得了，你的酒量比我好，我可不想找不自在。呵呵，倒是挺有自知之明。先坐吧，说说你的想法。小叶总，按理说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国内最新发来的消息显示，已经有人意识到了手持式无线电话系统。看来蝴蝶的翅膀真的扇动了呀！如果有人插手，的确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可能。不用担心，我们着急 ，NTT 比我们还急。不知道您这么自信的依据是什么？按理说，现在的 NTT 完全可以待价而沽，毕竟他们掌握了专利技术，这是他们手上的王牌。看看这个。李丽接过报告，看过之后诧异地看向叶凡，这是从哪里来的？这玩意儿可是商业机密啊！报告中所显示的是 NTT 最为核心的数据。不用怀疑报告的真实性，别这样看着我，也不要想复杂了。商业间谍这种只适合出现在小说里。可这份报告有一种职业叫做商业掮客，花了我100万，还挺心痛的。啊，这小叶总还真是大手笔。只要能成事，这100万花的就不亏。李丽耐心地看了很久，眉头皱得越来越深。NTT 的财务已经恶化到这个程度。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表面风光而已。小叶总，那我就不明白了。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主动找上门，对于 NTT 来说将会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才对。可他们只是派出了1名次长，难道 NTT 的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内部没有问题 ，NTT 没有上市，权力只掌握在最高层的手中。说白了，就是想要狮子大开口。这一次不过是自导自演的一出戏。你的意思是我们晾着他们，可万一弄巧成拙了呢？毕竟国内的消息也不容乐观，一旦有其他对手搅局，对于叶氏来说将会非常麻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咱们投资部的资金严重不足，那些竞争公司个个都是不差钱的主。不至于，国内的办事效率拖沓得很，能盯上手持无线电话系统的公司一共也就这么几家。不过这些集团的内斗太严重了，从实施到行动最少也要2个月的时间。但如今 NTT 糟糕的财务，能撑过1个月，就算他们走了狗屎运了。这对咱们来说就是最好的机会。小叶总，你的意思是我们晾着那些小日子？不仅要晾着，从明天开始，你去接触一下几家手机商，从下午开始就是要熬着对方，让他们自乱阵脚。叶凡和李丽对视，笑得不怀好意。你是怎么告诉我的？你保证过对方会迫不及待寻求合作，可现在他们的态度却截然相反。对不起，会长，是我的失误。失误？你的失误可能毁掉整个公司。对不起，请会长再给我一点时间，我相信。相信个屁！公司都撑不到月底，要是继续亏钱，公司将彻底完蛋。我怎么就轻易相信了你这种蠢货，将事情办得一团糟？对不起，叶氏集团的代表呢？还在酒店，派人盯着，有任何风吹草动，第一时间告诉我。明白。我现在就去制定明天的计划，以免让 NTT 察觉出异样，不然这戏可就白演了。等等，我指了指自己的房间，李丽瞬间警惕的连退3步。什么意思？老娘把你当伙伴，你丫的随时随地想着要是老娘。小叶总，我可警告你。想什么呢？去看看程潇怎么样了？等着的，没脸见人了。李丽尴尬地冲向卧室，小心点，撞坏了还得赔。李丽心中不断咒骂叶凡，可是打开门就看到被捆成粽子一般的程潇，还在努力蠕动着想要从被子里脱身，内心的不爽瞬间都变成了爆笑。太丢脸了，以后我还怎么见人啊？别动，小心伤了自己。李丽连忙收起笑容上前帮忙，3下5除2解开了程潇的束缚。没吃亏吧？别提了，知道宿醉的人最害怕的是什么吗？不是断片，而是醉酒期间所发生的一切都清清楚楚地刻在自己脑海里。我在叶凡面前脱衣服，还在他洗澡的时候闯进浴室，以后我要如何面对叶凡啊？起来吧，还想在小叶总的床上躺多久？去洗漱间打理一下。好。程潇立马起身冲进了洗漱间，之前他就是在这里看到了洗澡的叶凡。8块腹肌，穿衣显瘦，脱衣有肉，而且还是肌肉。程潇扇了自己一巴掌，胡思乱想什么呢？程潇，你没事吧？没事，我在洗脸。好了没有？一会儿还要开会。好了。怎么像个落汤鸡？快拿毛巾擦擦。收拾好之后，程潇跟在李丽身后出门。完了，马上就要见到小叶总了，我该说什么？结果出了卧室，却发现客厅里根本没有人，只在茶几上看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1小时后酒店会议室开会，叶总。这家伙提前离开，很明显是为了避免程潇尴尬。不得不说，小叶总对程潇还真是体贴入微呢。难不成还准备玩真的？丽丽姐，别愣着，回去准备一下，1个小时后在3楼的会议室开会。对了，通知一下所有人。你说什么？叶氏集团接触了其他公司？市长，会不会是欲擒故纵？华夏人就爱玩这一套。闭嘴！不管是不是欲擒故纵，可对于 NTT 来说，机会只有一次。NTT 这一次可是赌上了所有，要不倾家荡产，
要么一飞冲天。现在叶氏集团是我们最后的救命稻草，如果不把握住，恐怕准备一下，我们去酒店拜访。3辆丰田世纪组成的车队从 NTT 总部出发，这一次 NTT 的高层几乎全员出动，在山本社长的带领下朝着酒店而去。一名职员兴奋地跑了过来，小叶总，果然不出您所料，刚刚 NTT 联系了我们，山本社长亲自带队，车程20分钟。小叶总，您可真是神了！原本叶氏集团没有在 NTT 的身上得到应有的尊重，所有人都觉得憋屈。可是小叶总您的一番神操作，立马扭转乾坤。昨天开会时，大家还在质疑您的决定，这下可全都要被打脸了。知道了，通知一下李副总，一会可以回来了。明白，小叶总，咱们要不要去酒店门口等候？不用，现在着急的不是我们。对了，通知酒店，我们需要征用3楼最大的会议室。我现在就去。3辆丰田世纪停在了酒店门口。NTT 好歹也是小日子著名的财阀之一，山本社长亲自露面，自然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可叶氏集团却根本没有人出来迎接。社长，我们已经联系了叶氏集团，可他们太自大了。社长亲临，他们竟然连接待人员都没有安排，这是在赤裸裸的打脸。闭嘴，你这个白痴！这是对于我们昨天傲慢的反击。山本带着人坐电梯抵达了3楼。叶桑，终于见面了。山本社长，你好。我驾轻就熟的和山本进行商业互吹和寒暄，丝毫看不出双方之前的不快。山本对我的老道格外惊讶，原本还想着给叶凡这个晚辈好好上一个，结果被教育的竟然是我自己，还真是印证了那句老话：长江后浪推前浪。听说叶氏集团对于我们的手持式无线电话系统技术相当感兴趣。一旁的翻译刚想开口，谁知我开口就是标准的京东腔。当然，要不然的话，我们也不会出现在这里。呵，没想到叶桑对日语也有相当的造诣，这是不是代表着我失业了？小叶总还会日语？我也不清楚，虽然学校有日语课程，不过只是选修课。再说，魔都大学可不会教授地道的东京腔。说实话，程潇也是一脸震惊。这还是所谓的纨绔子弟吗？纨绔圈子都卷成这样了，好歹我也是魔都大学有名的校花学霸，可是和叶凡一比较，我突然发现自己啥也不是。山本社长，我只是觉得说日语会方便一点。自然，其实我对于华夏文化也是非常向往的。客套话我们就不用说了。我希望引进生产线，购买专利技术的使用时间。购买专利技术使用时间自然没有问题，不过引进生产线的话，恕我直言，我并不认为华夏目前具备这样的能力。山本社长这是对我们国内的制造业没有信心。叶桑，你应该知道，我们对任何一件产品都抱有精益求精的态度。贵公司如果需要产品，不管数量，我们都可以全力供货。想必叶桑也见过我们的生产线，完全有能力提供产品。产品生产一定要捏在自己手上才行，这是底细，这样 NTT 才能更好的拿捏自己的合作伙伴。现在丢点面子无所谓，之后可以连本带利讨回来。将叶氏集团的命脉交给别人掌握，这样的亏上一世又不是没吃过。小日子的信誉就跟放屁一样，产品线必须引进，零部件的供应商，叶氏集团有这个能力进行妥善的安排。这不可能，山本社长，请你明白，这同样是叶氏集团的合作底线，好事不能让 NTT 全给占了。叶桑 ，NTT 也有自己的规划，那就不用谈了，反正已经有别的厂商答应了我们的要求。这不可能，山本社长，万事不要这么绝对。你们如今的制造业正在经历痛苦的变革，不管是哪家企业，都会有面对困难的时候，不是吗？自从广场协议之后，小日子的经济泡沫彻底破裂，像是 NTT 这样的大厂，日子也不好过吧？1年200万的专利使用费，但生产线必须要在国内。叶桑，我们需要考虑一下，请尽快吧。我会在贵国停留1周时间，当然，我们期间也会接触其他公司，期待我们能够合作。送客。叶凡没有丝毫拖泥带水，山本社长的心彻底被他搅乱了。小叶总，我们还需要准备其他备选方案吗？不用，科技研发可是一个无底洞，叶氏集团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么多的资金予以支持啊！告诉大家，这2天吃好玩好，每天的补贴算公司的。小叶总万岁！丽丽姐、程潇，你们跟我来一下，其他人随意。我单独留下了李丽和程潇，程潇的表情顿时有些尴尬。这样我怎么面对叶凡啊？我醉酒的时候可是看过他西装下的8块腹肌和人鱼线呢。程潇，什么？认真点。不好意思。程潇，拟定合同。现在谈判8字都没有一撇，现在拟定合同。小叶总哪里来的字？又凭什么认为 NTT 必定会接受叶氏集团的要求？行不行？没问题。李丽，你现在就回国，选址生产线必须在魔都，展现你的长处。我们需要政府的诚意。为什么必须在魔都？说实话，政府的政策方面，我自然可以拿到最优。可要是在魔都以外，可以拿到更好的价格。辐射面，算了，现在不是给你上课的时候，这件事交给你才放心。好吧，我明白了。虽然不知道你的用意，但是从目前来看，小叶总你的决定都是正确的。与此同时，在魔都，苏云长这几天一直在劝宝贝闺女回心转意，可苏蓉蓉却是死活不肯回苏省。我要留在魔都，我要做投行的工作，我要展现自己的才华，闯出一番事业。好吧，囡囡，你想要留在魔都不是不可以，不过你也要答应我几个要求。公司我来选，就这家。高原资本，华夏著名的投行里红杉第一，
深创投和 IDG 资本也是名气巨大，只不过现在还是外资称王称霸的年代。什么高原资本，我从来没听说过。老爹，你会不会被忽悠了？你还想不想独立带足？当然想了，独立带足可是我的梦想。可是对于大的投行来说，除非是资深大佬，要不然谁会把巨额资金放心交给一个新人？毕竟任何一个决策的失误，损失的资金都是不可估量的。与其在大型投行中打拼，不如想想做大做强，野心才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高原资本虽然名气不大，但资金雄厚。可是爸，没有别的选择，你自己做决定吧。好，我同意了。这是名片，明天去上班。就这么简单，是不是太夸张了一点？好歹也是投行，连面试都没有。我也不瞒你，高原和苏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爸，按照规定，苏家不允许染指魔都。这都什么年代了，有些协议也该作废了。再说，别人可不会这么老实，其他家族的小动作可多着呢。第二天，苏蓉蓉就成为了高原投资的独立分析师。她第一个盯上的项目就是手持式无线电话系统。订票，明天飞往小日子，主打一个出其不意。与此同时，高原资本的一哥拨通了苏云长的电话。苏总，不出你的预料，蓉蓉盯上了手持式无线电话系统。我闺女的眼光随我，可是据我所知，已经有人盯上手持式无线电话系统了。我知道，是叶氏集团。苏总是想要在叶氏集团嘴里抢肉？不，来不及了。叶氏集团的继承人是个人物，那要不我叫停项目？只不过这是蓉蓉入职高原投资的第一个项目，一旦失败，可能会严重打击其士气。失败才是最好的老师，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我明白了。与此同时，魔都已经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不仅是苏家，很多世家大族也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布局。晚上10点，山本社长主动邀请我来到一家私人会所。山本先生，没想到这么晚还能接到你的邀请，这地方环境不错。当然，这可是一家私人会所，绝对的私密，稀少的会员制，有钱都进不来。叶嫂，我给你介绍几位姑娘。山本会长拍了拍手，下一刻移门打开，跪坐在外面的竟然是张淑面。叶嫂，这可是我最喜欢的姑娘，技术一流。山本先生，好意心领了，我没有和别人一起扛枪的怪癖。叶嫂，你真是无趣。让人都退下。叶嫂，尝尝我们的清酒，这是14代龙泉纯米大吟酿。山本先生，客套话就不用多说了，直接说正事吧。叶嫂，请恕我直言，你之前的要求对于 NTT 来说很难实现，公司内部不同的声音太大，他们没有选择。而且我相信，如果是山本先生做出的决定，他们无法反对。话虽如此，但作为掌权者，我也必须为 NTT 所考虑。我已经退后一步，租赁贵公司的生产线了。反正5年之后，这条生产线的科技就会被淘汰。我真正想要的不过是那些零部件上。叶嫂，租赁的确在我考虑的范围之内，不过这份合同我们只能2年一签。不可能，叶氏集团不是傻子，华夏的企业也不是傻子。叶嫂，请不要激动。那是因为 NTT 把我当做了傻子。哼，算盘倒是打得不错，打着合作共赢的幌子，怎么的？真当我是生意场上的小白吗？叶嫂，你误会我的意思了。作为合作伙伴，我这也是在为贵公司避免可能出现的风险。叶氏集团一旦推广手持式无线电话系统，至少需要1年的准备期。到时候万一手持式无线电话系统大卖，你们就可以乘机抬价。而叶氏集团呢？无论如何，10年是不可能的。5年，这是我的底线。相比于公司，我个人更看重的是手机业务。手持式无线电话系统的未来并不光明，往往一个决策的错误，很有可能使得公司走向灭亡。好吧，叶嫂，你说服了我。山本先生，这是你最正确的决定。抱歉，我需要连夜修改合同，同时进行汇报。想必山本先生可以体谅。昨天回来的够晚的。没办法，盛情难却。香水味不错，可惜太大众了点，都烂大街了，失去了个性。呵，这家伙昨晚肯定又出去鬼混了。准备好合同，一会直接去 NTT。真搞定了。和你说了你也不信啊。程潇，让你准备的合同改了没有？改了，按照你的建议修改了部分的数据，一会我拿给你看。你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脸红红的？没事，小叶总，我先去准备合同。这是怎么了？呵呵，小叶总，你的确是需要补补。我都说了，昨晚什么都没发生。是吗？那这裤裆边上的口红印能不能解释一下？如果我说这是个巧合，你信吗？呵呵，上午10点，我和 NTT 签订了合同。与此同时，一架从魔都起飞的班机正飞向小日子。这一次我一定可以一战成名。叶凡，还真是谢谢你了。要是没有你的话，我也不会关注到手持式无线电话系统。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在飞机落地的这一刻，我和他在机场偶遇。叶凡，他怎么会在这里？难道手持式无线电话系统他已经得手了？苏总，要不然我们先联系一下 NTT。来不及了。叶凡，苏蓉蓉，你怎么在这里？出来散心？找地方聊聊。可以，找我有事。偶遇就不能聊聊？得了，我可有自知之明。那件事没查清楚之前，你可不会主动找我。说吧，到底什么事？手持式无线电话系统。什么？你也是为了这个来的？没想到上次我只是在一起吃饭时，无意中提了一嘴，却被你给听了进去，而且你还这么快就付诸了行动，厉害啊！真不愧是苏家人。
商业逻辑满分。幸好他来晚一天，不然凭借苏家的财力，到底鹿死谁手还不好说。哼，还不是被你给抢先了？你这副志得意满的样子真让人不爽。说正事吧，还有50分钟我就要回国了。我们能不能合作？合作？你代表谁？苏家？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苏家恐怕不能涉及其中吧？若是苏家破坏了规则，今后的路怕是不会好走吧？苏蓉蓉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反而是从包里掏出一张名片来。可以啊，才几天没见，蓉蓉都已经成了投行的精英了。不过合作的理由并不充分，瞒天过海，高原资本我可是熟悉的很，毕竟上一世双方斗过不止一回，互有胜负。高原资本不过是苏家的一部分而已，这瞒得过别人，可骗不过我。叶凡，你应该知道，仅凭叶氏集团无法吃下这么大的蛋糕，合作才是双赢。但是主动权在我手里，合作的话，你能付出什么？你什么意思？你这混蛋，该不会是想……我是这种人吗？算了，既然你找上我，那就表明你已经明白其中的价值。等你想清楚，随时可以来找我。叶凡说完就赶紧起身离开，再谈下去，估计将迎来一个大嘴巴子。回来了，那姑娘不错。那也不是随便能惦记的。什么意思？苏家人还是嫡女，你说呢？所以没谈拢。半小时能谈什么？就算是要谈，也要有足够的利益才行。就算她是苏家嫡女，我也不能像舔狗一样无脑吧？我可不会傻乎乎的将利益拱手让人。在商言商，想必苏蓉蓉也是一样。还是你牛！我原本还不确定手持式无线电话系统在国内的未来如何，可现在一旦引得苏家人入局，哪还有什么好担心的？与此同时，苏蓉蓉对我恨得咬牙切齿。叶凡，咱俩没完。苏总，那咱们现在回去。回去，刚刚落地小日子，现在就回去。既然已经被叶凡捷足先登，那小日子就没有留下的理由了。时间宝贵，我们要立刻回去想好对策。而此时叶氏集团的高层会议上，已经有人迫不及待对我发难。叶总，集团的重心已经偏向了房地产，这是集团的政策吧？是啊，叶总，投资部才成立多久，就花了2000万，这可是2000万啊，相当于我们小半年的利润了，就这样花了。刚得到消息，小叶总这边和 NTT 签订了合作协议，公司有规定，500万以上的合同必须要国会审核。小叶总这是公然不把公司的规章制度放眼里。这个合作我知道，李丽已经特意汇报过，具体内容等叶凡回来后，自然会给大家一个交代。叶总，这个赛道我们从未涉及过，如果需要研发的话，公司根本就没有资金投入。您也知道，我们刚刚拍下了45号地界，利润能有3个多亿。这是我们集团成立以来最大的投资，各部门都应该全力配合才是。怎么，我的话没用？你们这是想要逼宫吗？不敢，我们不是这个意思。虽然高层们暂时偃旗息鼓了，但叶爱军看得很清楚，公司高层大部分都是跟着我打江山的元老，集团能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他们居功至伟。可是我高调提拔儿子的举动，还是引起了他们的不满。现在看来，这个手持式无线电话系统要么能够让人眼前一亮，要不然的话恐怕叶氏集团潮流涌动。可他们不知道的是，我已经准备搅动风云了。李丽，帮我约电信的高总。好的，我尝试预约下周一。太久了，明天吧。明天？你把电信当自己家族企业了，说见就见。这帮官老爷可是相当难伺候的，就算是陆总也没有这么大的面子。放心，他一定会见我的。想必高刚已经从苏蓉蓉的嘴里知道，我与 NTT 签订了手持式无线电话系统的合同。就算我不去见他，他都会来找我的。就是不知道苏家面对这么大一块蛋糕，会有多大的胃口。可是自从我从小日子回来之后，投资部竟然被人盯上了。小叶总，我这里可是迎来第5波客人了，他们这是把投资部当财务部的节奏啊！投资部一共也就这么点钱。别理他们，不管是谁都给赶出去。我可没你这么尊贵的身份，都是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实在不行，我学咱们的财务总监，惹不起我躲得起。正好，你带队去电信的，你信不信？我前脚离开，他们后脚就能凑上来。我一直就在等这个电话，终于来了。去告诉他们，顺利的话马上就有钱了。你哪来的钱？公司的流动资金就这么点，下个月的工资还等着回款救急呢。你等下就知道了。喂，是我。电话里传来苏蓉蓉的声音，这个号码我倒背如流，但上一世我始终没有机会拨通，没想到这一次是苏蓉蓉主动。见一面吧。可以。我去拜访你。不用，我倒是想看看你的办公环境。也行，地址我一会发给你。苏总，我们已经联系上了电信的高层。我小姨夫怎么说？口风很紧，不过看得出来心情不太好。好，我知道了，准备一下，一会可能要接待一位重要客户。好的，我现在就去布置。我驾驶着法拉利一路来到高原资本门口的前台，小姐姐看到我都被迷得眼冒星星。哼，又靠着外表欺骗小姑娘。苏蓉蓉冷着脸，踩着高跟鞋走进接待室，这样的御姐打扮让我眼前一亮。看够了没有？蓉蓉，我好歹也是你请来的客人。咖啡还是茶？咖啡吧，你亲手泡的最好。你想得美。言归正传，叶氏集团吃不下这么大的蛋糕，手持是无线电话系统，可以在短时间内造就无数个财富神话。一旦别人了解到其中巨大的利益，叶氏集团恐怕很难守得住。这一点就不劳蓉蓉费心了。华夏地区唯一的5年专利使用权，
这是写进合同的，只要我不愿意，手持式无线电话系统就算是被烂在手里，别人也别想拿到。何必跟钱过不去呢？高原资本有这个实力，还拥有庞大的关系网，可以替叶氏集团解决不少麻烦。还是那句话，苏蓉蓉，你凭什么来打动我？叶氏的资金链出了问题，你的流动资金耗光了，想要短时间内将手持式无线电话系统发展起来，就必须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光凭口碑的话，进度严重落后，这与你的初衷不符。分析的没错，可是我有5年的时间，浪费半年我一样赚得盆满钵满。还有一点，如果我与3大运营商的任何一家签约，你觉得银行还会断贷？他们巴不得我去借钱。3大运营商没有这么好忽悠。那我们打个赌，我现在把手持式无线电话系统的消息放出去，你猜哪家运营商会先找上门？看着信心十足的我，苏蓉蓉知道自己输了，她所做的一切准备，在看来就像是笑话一样。谈判，你还嫩了点。所以你今天是来讽刺我的？你别哭啊，聊点实际的，你到底愿意付出什么？叶凡，你想得美。不是，你们高原资本不会想要空手套白狼吧？什么？高原资本？不是我。苏蓉蓉诧异的抬起头，看到我嘴角的微笑，瞬间恼羞成怒。这个讨厌的家伙，从一开始就在逗我玩，他是故意害我误会的。怎么？难不成高原资本根本就没有做过预案？真要是这样的话，我可不会考虑合作。当然不是，3000万占51%，高原资本负责解决麻烦，提供相邻省份的支持。51%，你是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你干嘛盯着我？看看你的脸皮有多厚。如果你是我，你会答应这样的要求吗？会。果然，脸皮不是一般的厚。现实一点，51就不要想了。3000万可以解决你的燃眉之急。你倒是把我摸得清清楚楚。你能不能别说这种会让人误会的话？根据我的预估，你与 NTT 的协议绝对没有超过这个价格，平白无故赚了3000万，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不错，你都猜对了。我承认你说的，短时间内赚到3000的投资，加上后期的运营交给高原投资，我的确可以躺着赚钱。可你算过这笔投资能赚到多少吗？当然，技术不会低于1000万。按照这个基数的话，利润会在10亿以上。还有运营商和产品线的分红呢，被你吃了。我说的是净利润，任何事情都是有风险的。高原资本不仅是分担掉了这些风险，还弥补了叶氏资金链的不足，横竖都是你们赚了。那我还要谢谢你了。不用，互利互惠。老实说，原本我还没多少信心，不过现在看到你信心十足的样子，看来我是赌对了。你合着说了半天，你一直在套我的话。这叫兵不厌诈，3000万，20%，带你玩。叶凡，你疯了？你当我是傻子吗？你刚刚的用户基数是1000万，如果是1个亿呢？呵呵，你是在做白日梦吗？1000万都是我大着胆子猜的，你倒好，张口就是1个亿，固话都还没有全部普及呢。所以才让你胆子放大。手持式无线电话系统代替固话，用户上限将会提高很多。这只是你的设想，不是怎么知道？是啊，万一呢？等等，怎么感觉我被他给套进去了？不可能，就算你说出花来，3000万换20%也不现实。机会放在你面前，决定权在你。40%，这是底线。21%，大气点行不行？还是不是男人了？我是不是男人？你会不知道，毕竟那个时候咱们可是差一点就。无耻之徒，你还有脸提？苏蓉蓉的怒火彻底爆发，猛地向我扑过来，我下意识地向前伸手想要推开她，结果尴尬了。如果我说这只是个巧合，你会不会信？我信你个大头鬼！无耻、色狼、小人，还不放手？好。画面叶凡放手，苏蓉蓉倒在叶凡怀里亲上了。我承认我很不错，不过你也不用这么着急投怀送抱吧。这可是我的初吻。看清楚，刚才可是你主动的。其实真要说起来的话，我重生的时候，你的初吻貌似就已经没有了吧？不过这话不能说。苏蓉蓉双眸冒火，一言不发的起身就往外走。你去哪里？抄家伙，嫩死你！来真的，赶紧走，不然小命不保。画面叶凡快速离开，人呢？苏蓉蓉再次回来时，手上多了一把扳手。要是我离开的再晚一步，这把扳手就要落在我的脑袋上了。算你跑得快，叶凡，咱俩没完。与此同时，我早已驾着法拉利逃之夭夭。李丽，电信这边接触的怎么样了？还在等，秘书说高总下午临时有会。不用等了，反正今天也见不到。小叶总，你的意思是战术性失踪？要真是会议冲突的话，他会把秘书留下吗？明白了，看来苏家还不愿放弃。那合作的事，虽然电信的确是最佳的合作伙伴，但也要对方有自知之明才行。但移动和联通对我手上的资源，想来也是非常感兴趣的。哈，给你3天时间，到时候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所以暂时倩姐，臭弟弟还知道我是谁啊？这么久没出现，我还以为弟弟这是把姐姐给忘了呢。哪能啊，小弟最近可是忙着事业。是你贵人事忙，把我看上的人都给截胡了。是我不对，改天给倩姐摆一桌，算是给你赔罪。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吧。首都来的几个朋友，烦人的很，你帮姐姐我打发了。明白，绝对给姐撑足场面。通透，时间地点等下发给你。我先将法拉利驶进了隔壁的商场，半个小时后，我提着2个购物袋回到车上。席家花园，看来倩姐是真的不待见首都的朋友啊。
这地方还挺气派的。气派什么？再气派能比得上钓鱼台？一会和蔼一些，毕竟是我想要追求的梁倩来着，你可别拆台。咱们首都的姑娘有啥不好的？就你特殊。话说你张公子当年好歹也是4、9成响当当的1号人物，现在倒好，都到追悼魔都来了。梁倩，好久不见。张炳张开双手，想要一个拥抱。坐在主位上的梁倩却视而不见，张炳顿时一脸尴尬。梁倩，咱们有2年没见了吧？你去了部队之后就没见过，都是忙着各自的发展。听说你已经是大老板了。要说还是咱们梁倩有眼光，什么时候带我们去你的酒吧开眼？会有机会的。臭弟弟，说好来入阵的，这都什么时候了？我都快要被这2个人烦死了。时间也不早了，要不咱们开始？再等等，还有客人。还有人？谁啊？抱歉，来晚了。你终于来了。梁倩立刻热情地迎了上来，直接挽住了我的胳膊。这一幕看得张炳咬牙切齿。这男的是谁？敢抢我看上的女人，活腻歪了。倩姐，可以啊，上来就把我当挡箭牌了。江湖救急。再说，你一开始是答应我的。我也没想到一上来就这么刺激啊！你看那家伙的眼神，恨不得弄死我呢。别怕，没什么大背景，都是局级干部，翻不起大浪。梁倩，这就没意思了吧？我和张哥也是难得来一次，你这竟陪着你弟弟聊天了，可不是待客之道啊！抱歉，好久没见倩姐了，多聊了2句。我顶着2人不善的目光，直接揽住了梁倩的细腰。小白脸，你是来捣乱的吧？站起来干嘛？都是朋友，没必要这么客气。臭弟弟怎么来的这么晚，让客人等了这么久？抱歉，来的路上买了个礼物。我打开长盒，一条钻石项链映入眼帘。原本想买更大一点的，可惜只有3克拉的。倩姐，你可别嫌弃。怎么会呢？只要是弟弟送的我都喜欢。我这10万块的钻石项链一出，张本口袋里几千块的项链就拿不出手了。光嘴上说谢谢有什么用？那以身相许要不要？见我们2人旁若无人的打情骂俏。姐，你要怎么谢我？以身相许要不要？孙贼，也不打听打听，你海爷在4、9成那也是一言9鼎的主，什么时候轮得到你在海爷面前装逼了？海洋，你什么意思？不给我面子？我朋友也没有出言不逊吧？轮得到你欺负人？倩姐，咱们那是革命友谊，你就这么帮着这个小白脸？小白脸，这可是你第2次喊我小白脸了。爷爷我就喊了，怎么样？倩姐，要不你就收了我，也要尝尝当小白脸的快乐。梁倩原本还担心我会忍不住，把事情闹得太大，听我这么说，顿时松了一口气。行啊，1个月20万够不够？忒小气了点，我好歹也是谈几千万生意的人，1个月20万，要是我落魄了，倒是可以考虑一下，反正也不吃亏。我原本只是口花花，谁知却看到了梁倩眼神中的认真，顿时心头一惊。可千万别假戏真做啊！我只是免费帮忙，连出场费都没有。哼，你还不愿意了？小白脸，你丫的别得意，有本事出去练练。行了，都什么年代了，都是文明人，坐下吧，把老一套收起来。真以为自己是老炮了？海洋，够了，刚刚我全当玩笑，你别过头。梁倩，你明知道饼子他够了。不是，我可是帮你抱不平呢。那是我自己的事，兄弟，刚刚都是玩笑话，你也别往心里去。我们和梁倩开玩笑开习惯了。这个张炳倒是个人物，能屈能伸。行，刚刚就接过了，重新认识一下。说说吧，这一次怎么想到找我来了？还能怎么回事？4、9成混不下去，想来投奔你了呗。毕业之后，饼子进了机关，我去了部队，结果在评级之前跟人发生了冲突，对方也有来头，眼看转干部是不可能了，我索性就提出了退伍。饼子在机关干的也不舒心，我俩一合计，那就下海呗。可做生意哪是那么容易的事？好不容易熬出头了，结果在一次土建的生意上吃了一个大亏，在4、9成业混不下去了。听说你在魔都混得风生水起，我们就来投奔你了。早说啊，都是老同学，能帮的我自然会帮。我们现在全身家当加起来也就100万，如果你觉得有困难的话，就当我们没来过。倒不是这个意思，臭弟弟，别光想着吃啊，一起想想办法。我就是个小白脸，你们谈正事，我插什么嘴？行了，跟姐姐还装上了是吧？梁倩，实在不行就算了，这小白脸能拿什么主意？你也听见了，就算是我想帮忙，人家也不领这个情，何必呢？海洋，你给我闭嘴！你知道他是谁吗？一个小白脸呗，还能是谁？叶氏集团知不知道？人家可是堂堂叶氏集团的少东家，连这都不知道，那你就别在魔都做生意了，丢不起这个人。什么？倩姐，你可不厚道啊，直接掀我老底！我就是来帮忙的，你倒好，转头就把我给卖了。行了，弟弟，刚刚是他们不对。说真的，只要不是那事，姐姐也不能见死不救。好吧，谁让倩姐你有恩于我呢？此时的海洋和张炳内心则是1万头草泥马踏过。小白脸竟然是叶氏集团的公子爷，这下他们的人可丢大了。叶公子，对不起，刚刚别，我可当不起什么公子。其实小白脸也挺好的，
这话直接呛得海洋说不出话来。我可是有仇必报，绝不隔夜的。差不多得了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好歹也是我朋友。行，看在倩姐的面子上，不过咱们魔都可不流行什么公子哥这一套，直接叫我名字，尊重一点，喊声小叶总也不是不行。小叶总，刚刚是我们哥俩有眼不识泰山，你大人有大量，别和我们计较。我们也没想到梁倩给我们介绍了一位真佛，是我们看走了眼，这一杯算是我们给小叶总赔不是？海洋和张炳各自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行了，坐下吧。既然是倩姐的朋友，那就是我叶凡的朋友。100万是吧？先给自己定个小目标，5年之内赚到个1个亿。你不吹牛会死是不是？什么生意能5年赚1个亿？带着我一起背。怎么不相信？相信，我们相信，还请小叶总带着咱们哥俩一起发财。行了，都是朋友，就别这么见外。这段时间你们就留在魔都，等我电话。送走这2人后，我又嬉皮笑脸了起来。倩姐，今天发挥还满意吗？值得表扬，要不姐亲你一口，算是奖励了。你这不是占我便宜吗？给脸不要脸是吧？姐看上你是你小子的福气。还是算了，我可无福消受，要不将项链钱报销一下吧？你找打。不说了，我还有事，先走了。坏家伙！与此同时，魔都华山医院肾脏内科病房里，你闺女是真的孝顺啊，每天都要来看你，不像我们家那小子，住院到现在就没有见到过人影。哎，就是太懂事了，懂事得让人心疼。看着忙前忙后的程潇，王芳心疼极了。坐下休息一会吧，已经没什么事了。上班累不累？挺好的，妈你放心吧。我听说现在竞争非常激烈，但你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子。妈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如果不是叶凡，我的人生将只剩下黑暗。是他在我最绝望的时候给我带来了光明，这份工作来之不易。早点回去休息吧，你明天还要上班。可是我想多陪陪你。不用，妈这不是好好的，你不用顾虑我。为了你，我也一定会好好配合治疗的。好吧，那我先走了。程潇刚走出病房，就被等在门外的我吓了一跳。嘘，小叶总，你怎么会在这里？等你啊。等我，小叶总找我有事。跟我来。神神秘秘的。程潇下意识地跟上我的脚步，一前一后地走出医院，上了车。你要干嘛？带你去个地方。叶凡，现在已经很晚了，我明天还要上班。迟到不算旷工。那不一样，我不要特殊照顾。很累吧？马上就到了。10分钟后，法拉利停在一个小区门口。这是什么地方？你的新家。小叶总，你别开这样的玩笑，我要回家了。这里就是你家，上去看看，又不是少一块肉。我拉着程潇下车，坐电梯来到603，看着宽敞明亮的公寓，程潇瞬间呆愣在原地。2室1厅，精装修，电器家具一应俱全，随时拎包入住。我要回去了。为什么？你不满意吗？我很满意，但是我不能要。也许1套房对于你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对于我来说太沉重了。等等，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小叶总，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只是这是我自己的问题，对不起，你的好意我无法接受。你这样的人我还真没见过，公司福利都不要。什么？公司福利？当然，公司对单身职工都有解决住房的福利，只是夜市的员工有房补，大部分本地的员工都无需住房。你的情况特殊，所以房补取消，给你换成了单人公寓。但想着你今后还要照顾阿姨，所以我就向公司申请了这套小两房。真的？我还能骗你？明天还要签一个公司的租赁协议呢，一旦离职的话就要搬出公寓的。叶总，谢谢你，要不是遇见你，我……别哭啊，谁让我仗义呢？今天双喜临门，来庆祝一下吧。哪有双喜？乔迁之喜，还有今天是你的生日，你该不会忘了吧？我拿出蛋糕和3克拉的钻石项链，程潇顿时感动的哭了。叶凡，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其实我挺喜欢的，不过不是那种喜欢，算是哥哥对妹妹的那种吧。上一世我伤他至深，这一世我只想好好的弥补他，可是我却没有看到程潇眼中的失落。你倒是清闲，天天有人盯在我屁股后面追债，可是你倒好，像个没事人一样在这里玩游戏。我可告诉你，一会还有个会，我可不准备参加的。淡定，不就是开会吗？爱谁去谁去，反正咬死一句话，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你小叶总是不怕，天塌了还有叶总给你顶着，可我们不一样，非亲非故的，叶总恐怕会拿我们开刀。自信点，把恐怕2个字去掉。以我对我爸的了解，他是肯定会拿下面人开刀的。叶凡，我当时怎么就中了邪，上了你的贼船？你急也没用，就这2天了，今天你什么都不要做，让咱们的人去移动和联通的总部转转，喝咖啡什么的，公司报销。2天，你到底能不能给个准信？放心，苏家撑不了多久，除非准备退出电信，要不然肯定要想办法保住高刚的位置。现在就看谁沉得住气。不过这件事要是曝光出来，高刚顶不住，所以咱们稳赢的。好吧，我就再相信你一次。对了，程潇呢？一会我带他一起。恐怕不行。搬家呢？搬家？这都什么时候了？火烧屁股了好不好？我同意的。叶凡，你可真是。行了，别咬牙齿的，毕竟我可是纨绔子弟嘛。李丽刚离开我的办公室，就看见了拿着一堆材料匆忙赶来的程潇。李总，这是我准备的材料，按照目前的局势来说，和联通合作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小叶总不是给你假期了吗？部门的同事都在忙，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休假？很好，准备一下，一会和我去联通。丽丽姐，
我想问一下，我们公司的待遇一直都这么好的吗？什么待遇？为员工准备单身公寓啊。想什么呢？公司目前正在开拓期，还单身公寓呢？李丽下意识的回答，让程潇一愣。所以昨晚叶凡就是在骗我，他想尽一切办法，就是为了绕过我那可怜的自尊心吗？怎么了？没事，我就随便问问。李丽带着程潇离开后不久，我就接到了高原资本的电话，约我在和平饭店的咖啡厅见面。叶总，自我介绍一下，高原资本的 VIP 客户经理王婉。王婉递上一张黑色的烫金名片，弯腰的动作令宽敞的衣领微微敞开，将女性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叶总，实在是抱歉，在你百忙之中将你约出来，实在是我对叶总敬仰已久。今天我可是精心装扮过的，拿下一个初出茅庐的小男人，还不是易如反掌？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上一世我站在金字塔顶端，什么场面没见过。王总说笑了，有什么事就直截了当的说吧。他竟然稳住了。之前在高原资本，我亲眼看见他和苏蓉蓉谈判时，明明就是小色狼一个，怎么可能抵挡得住我的魅力？我就不信他会对我无动于衷。叶总太心急了，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些点心，还望叶总赏脸。说着，王兰顺势坐在我对面，翘起二郎腿，露出短裙下包裹着的大长腿。王总，我对别人用过的东西一向不感兴趣。此话一出，王兰脸上的笑容瞬间僵硬。什么意思？嫌弃老娘是二手货吗？我呸！要不是老娘现在在公司感受到了危机感，稀罕对你这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动用这些手段。忍住，一定要忍住，一切都是为了合同，只有拿下这个合同，我才能压苏蓉蓉这个空降兵一头。叶总说笑了，我是带着诚意来的。苏蓉蓉出3000万投资，我可以追加到4000万，45%的股份，这对于我们来说是真正的双赢。不够，3000万，30%。不可能，叶总，不只是我，就算是董事层也不可能答应，这一点就算是苏蓉蓉也无法改变。我根本不需要过多的资金入场，而是占股的比例。看来你无法满足我的要求，你的确很有野心，只可惜你的野心无法匹配上目前的实力。什么？老实说吧，就算是你答应了我的要求，我也没有办法和你合作。什么意思？你是在玩我吗？或者说你已经认定了苏蓉蓉？恭喜你，猜对了。为什么？苏蓉蓉有什么好的？就因为她是美女，或者说是你的梦中情人？生意是生意，这一点我还是分得清的。那你为什么？苏蓉蓉手上的资源是你没有的，你没有实力搞定3大运营商，可是苏蓉蓉可以。有的时候背景决定了一切，这是你付出所有努力都无法越过的。虽然很残酷，但这就是事实。离开咖啡厅后，我直接开车去了高原资本。苏总，叶氏集团的叶总找您。叶凡，扳手呢？上次的扳手在哪里？苏蓉蓉闻言瞬间表情扭曲，一副咬牙切齿的模样，把秘书都吓了一跳。苏总，您这是？算了，让他进来，冷静，不能将叶凡碎尸万段。其他2家运营商虎视眈眈，小姨夫那边快撑不住了，我们不能失去这个机会，一定要冷静。苏总，又见面了。苏总，我就去倒咖啡。不用，给他一杯自来水就行了，最好是能够毒死这个狗东西，眼不见心不烦。苏总的待客之道有待改善啊。叶总说笑了，朋友和仇人的关系我还是分得清的。苏总难道不好奇我为什么会来？难不成叶总想通了？这样最好，咱们直接签字，省得麻烦。苏总说笑了，我自然不急。你们叶氏集团可不是铁板一块。的确，有点小心思都可以理解。不过叶氏集团没有上市，最终谁说了算？想必不需要我提醒苏总了。那你是什么意思？来消遣我吗？当然不是，我可没有这么无聊。说吧，到底什么事？我忙着呢。苏总自然要忙，毕竟苏总也要说服董事会支持你的决议。这个狗东西又被他猜到了。怎么样？被我猜对了吧？叶凡，你不要得意，这一次你的确快了一步，可今后的路还长。行了，别说什么豪言壮语，毕竟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你什么意思？你刚刚不是说叶氏不是铁板一块吗？这句话我可以原封不动的还给你。我拿出手机，点开了我和王兰对话的录音。苏蓉蓉的脸色瞬间变得有些难看。他来找过你了，还真是不择手段。你怎么不问问我有没有同意？你要是同意了，就不会出现在这里了。再说你又不是傻子，多出1000万和一帆风顺比起来，你自然会选择我。聪明，我当然选择你。这个狗东西又和我玩文字游戏，还真是任何机会都不放过。苏总，你的决定。你应该知道，你的要求董事会很难答应。那你也应该知道，对于你来说这是一场大考。给我10分钟。苏蓉蓉来到总裁办公室，这份数据还请张总看看。不用，3000万换30%，划算。张总知道。当然，你第一次带队去小日子的时候，我就已经猜到了。苏蓉蓉又将王兰的事情说了一遍，张总瞬间脸色阴沉。等他离开后，立刻打电话让王兰回来。苏蓉蓉本想第一时间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我，谁知一进门就看到我在沙发上睡着了。她并没有吵醒我。等等，我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要担心这个狗东西会不会着凉？他一直在调戏我，我不是应该弄死他才对吗？我一定是生病了，脑子都不清醒了。苏总，合同捏好了。嘘，轻点。这还是我重生之后第一次睡得如此踏实。想要起身，却发现自己身上盖着什么。这是女士披肩。叶总既然醒了，你就把你的披肩拿回去吧。还有，下次注意了，别让陌生人在我办公室睡觉。披肩
什么披肩？哦，对，是我的披肩，我下次会注意的。看着苏荣荣的眼神，秘书赶紧将披肩收进怀里。苏总，这是合同，没事的话我先出去了。你去吧，这个狗东西应该不会识破吧？这披肩的上的味道，明明就和苏荣荣身上的香味一致，真当我这么多年的纨绔子弟是白当的吗？不过还是给荣荣保留一些颜面吧，免得让她下不来台。我也不点破，还特意朝着秘书微笑道谢。苏荣荣见状却是气不打一处来。狗东西又开始朝三暮四了，就不该可怜他。叶总倒是不客气，也不怕我下黑手。你不会，好歹咱们马上就是合作伙伴了。叶总倒是自信得很，合同都已经准备好了，还装什么？这狗东西一旦醒了，怎么就这么讨厌？那就请叶总过目。苏总有心了。我接过合同，直接坐到了苏荣荣的办公桌对面。苏荣荣立马防备起来。你想干什么？当然是签字。我拿过苏荣荣手上的钢笔，在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叶总不再看看吗？没必要，高原资本好歹也是大公司，这种杀鸡取卵的事情自然不会做。公章呢？随身带着呢。哼，堂堂叶氏集团被你做出了皮包公司的感觉，这家伙明显是吃定自己了，竟然就连公章都给带来了。好歹也是合作伙伴了，嘴下留情。签字盖章一气呵成，3份合同很快签订好。苏总，祝我们合作愉快。握手就免了，我怕传染病。我离开后，秘书连忙将苏荣荣的披肩送了进来。苏总，要不要帮你洗洗？放下吧，办公室的空调有点冷。哪里冷了？没觉得。苏总还真是傲娇。与此同时，王兰带着满肚子怨气，直接杀向了总裁办公室。张总，你最好能够给我一个解释。解释什么？合同都已经签了。手持是无线电话系统的合同，我明明可以为公司争取到更高的股份，为什么偏偏要选择苏荣荣？你是在叫我做事？我需要公平。王兰，你是小孩子吗？这么多年的摸爬滚打，你什么时候看到过公平了？还有，这是公司的项目，你以为凭借你的人脉拉来1000万的投资就很了不起吗？1000万换10%的股份，这笔买卖稳赚。为了压小苏一头，你有没有考虑过公司？谁都像你这样，公司的规矩还要不要了？张总，这些都是你以前教我的，现在不一样了。就因为她是苏荣荣吗？没错。行，老娘不干了。要不我去劝劝？不用，他只是一时想不通，等他想通了就好。毕竟年薪100万的工作没那么好找。王总这怒气冲冲的样子，是准备找谁的茬？是你，叶总还真是好手段。我刚找过你，你转头就把我给卖了，利用我压迫苏荣荣和你签订了合同，现在竟然还敢舔着脸出现在我面前。王总和之前可是判若两人啊。叶总这是来嘲笑我的？不，恰恰相反，我只是想请王总喝一杯。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聊的。小混蛋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刚刚才把我当场垫脚石，现在是来鞭尸的吗？怎么，王总这是怕了？靠，姑奶奶的字典里还没有怕这个字。王兰直接上车，我发动法拉利来到和平饭店，看着这个熟悉的地方，王兰气得咬牙切齿。好你的叶凡，下午还拒绝我的投怀送抱呢，这才过了多久就本性暴露了？果然只要是男人，脑子里都是龌龊的。叶凡，你带我来酒店干什么？吃饭啊，这里的西餐厅不错。王总，你可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最好是这样，夏洛利牛排5分熟。王总还挺懂享受的，这一份牛排就要4位数以上。小叶总心疼了，今天签了这么大的一个合同，叶总出点血也是应该的吧？当然，如果叶总实在舍不得，姐姐来请。王总说笑了，喝点什么？我想喝82年的拉菲，叶总舍得吗？自然舍得，只不过国内想要喝到82年的拉菲基本不可能，毕竟82年的拉菲一共也就这么点，每天都在消耗，国内的基本都是罐装的。夏洛蒂的牛排应该配拉图掌门 S 腰才相得益彰。叶总直说吧，你到底想要做什么？在我面前装什么绅士？我可没忘记，下午的时候你还拐弯抹角的讽刺我是二手货呢。我想邀请你加入叶氏集团。什么玩意？你想挖我？要是我没猜错的话，王总应该是与高原资本闹翻了吧？你算计我？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和张总闹翻？因为你有野心，你和我一样都是野心勃勃，不可能甘愿屈于人下。所以你也觉得我斗不过苏蓉蓉？你该不会是在给苏蓉蓉铺路，扫清我这个障碍吧？这个苏蓉蓉还真是好命，这么多男人围着她转，凭什么？就因为她年轻漂亮？我不服。王总这是对自己没有信心，或者内心已经认定了自己不如苏蓉蓉。放屁！其实我这是给你一个展现自我的平台。我留在高原资本一样可以。不，你若是留下，必输无疑。你凭什么认为我赢不了苏蓉蓉？就凭她是苏蓉蓉，整个高原投资都是她苏家的。这不可能，我怎么从没听说这回事？看来苏家隐瞒的相当好，连你这样的高层也不知道苏家的布局。原来是这样，苏蓉蓉竟然是苏家的大小姐，这回真是输得不冤。而且你的能力也未必斗得过苏蓉蓉，不仅是你，就连我也不一定。毕竟上一世我可是领教过苏蓉蓉的老辣与手段的。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加入叶氏？叶总，叶氏集团的投资部是你掌握的言堂，我加入进来对你没有好处吧？万一以后意见相左，我可不想重蹈覆辙。谁说是投资部了？你的职位是后勤部主管。你是在开玩笑吗？我堂堂魔都的投资精英，你让我负责后勤部，就算我跳槽到任何一家投行，都会得到更体面、更能展示才华的职位。我疯了才会去叶氏集团养老。怎么看不上？
后勤部主管可是相当大的挑战。你今天就是说出朵花来，也是白费口舌。这个职位不适合我，埋没了我的能力。王兰已经表现得如此明白，我却依旧是不紧不慢地给他倒上了一杯。我身边缺少他这样一个镇得住场面的帮手。现在我身边有能力的人只有2个，可李丽始终对我有些防备。程潇还需要成长。想必王总对我现在的处境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叶总指什么？群狼环伺。叶总说笑了，你可是叶氏集团未来的主人。那也等得到上位的那天才行。我需要表现出足够的实力，叶氏集团必须也只能有一个声音，那就是我叶凡。周末，我堂堂魔都的投资精英，你让我负责后勤部。王总不会真的以为自己能够在投行待一辈子吧？投行吃的可是身体和健康。如今你的确可以凭借自己的美貌和手段，在投行混得如鱼得水。可人总有老去的一天，真到了人老珠黄色衰爱迟的那一天，你又该何去何从？难道眼睁睁看着后起之辈在自己面前耀武扬威？王兰瞬间破防，恨不得将红酒泼我脸上。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吗？我靠的又不是美色，是实力。好吧，不谈这个。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是一个机遇，相比于高原资本，叶氏集团的空间更大。一旦转型成功，王总的舞台将会更加的广阔，不是吗？我凭什么相信你？因为我需要你。需要你的辅佐。你说话能不能不要大喘气？我明白你的意思。叶氏集团新旧更替，可那些曾经陪着你父亲打下江山的老一辈，肯定不会轻易放弃自己手中现有的权利。你要是输了怎么办？我没想过，不过我真要是输了，你肯定也会陪着我从头再来。你凭什么这么自信？人格魅力吧。我相信一旦共事，你会发现我更多的优点。行，1年时间，我陪你疯1年。1年之后达不到我预期的效果，我随时离开。一言为定。好久没有尝过醉酒的滋味了，今天我要放纵一次，大醉一场。最终一瓶拉图整门的 C， 绝大部分都进了王兰的肚子。第二天，王兰醒来，发现自己竟然躺在酒店套房里，身上的衣服也被换成了酒店的睡衣。混蛋，这小王八蛋该不会吃干抹净后逃跑了吧？你骂的是我吗？你怎么在这里？瞧你这话说的，这房间可是我花的钱。那我衣服怎么回事？你吐了，吐的那叫一个昏天黑地。你帮我换的。酒店有服务员，放心，是女的。叶房，你是不是嫌弃我？哈，你倒是挺有自知之明。滚蛋！老娘要身段有身段，要脸蛋有脸蛋，长得又妩媚，号称魔都投资界女王，你丫的竟然看不上老娘！果然，女人都是不可理喻的生物。刚才还紧张兮兮要死要活的，结果一听啥事没有，又开始作妖了。给你10分钟，我在客厅等你。合同已经拟好了，随时可以签字。10分钟后，王兰在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叶总，今后就请你多多指教了。指教提不上，给你2天时间，办好入职手续去岗位报到。我有事情要你办。这就迫不及待了，我才刚刚接受身份的转变，你好歹给我点适应的时间啊。想得美，这钱可不是白出的。我今天还要和高刚见面，你后天来办公室见我。电信集团的高刚，怪不得你要和苏蓉蓉合作呢，人家是一家人，在人脉上，我的确远不是苏蓉蓉的对手。这件事你就不用管了，毕竟你如今的分工不一样。你要做的就是快速适应自己的新岗位，毕竟公司内部的压力越来越大了。叶扒皮，有苏蓉蓉出面联系，我终于见到了高刚。小叶总，这段时间实在是太忙了一些，原本就想要约着这2天来着，实在没想到你选择与蓉蓉合作，我们还真是有缘分。高总说笑了，好事多磨吗？苏蓉蓉听到我这么说，表情顿时尴尬不已。小姨夫要不是为了帮我，这几天也不至于东躲西藏。幸好我总算拿下了30%的股份，总算是可以交代了。小叶总，蓉蓉一直都在夸赞手持式无线电话系统的未来，这一点我也一直非常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高精尖技术，值得小叶总如此煞费苦心？高总或许是误会了，手持式无线电话系统不是高精尖的定位，相比于目前主流研究的2G 时代，手持式无线电话系统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小叶总，你清楚你在说什么吗？电信高层希望听到的可不是这些。要知道，目前电信的发展本就落后其他2家运营商，要是这一次布局错误的话，对于电信来说就没有未来了。高总，请稍安勿躁，我只是将未来摆在你们的面前。至于如何选择，等我诉说完，你有的是时间考虑和提问。手持式无线电话系统是将固定电话的最后一段线路由电缆连接改为无线连接方式进行通信，它能实现固话的所有功能，包括转移呼叫、3方通话、语言信箱。此外，还具有移动电话的一些功能，乐区漫游、无线上网、定位报警和 ISDN 等多种业务。恕我直言，如果就是这些的话，我很难看出它的竞争力。手持式无线电话系统最大的特点是具有固定电话的低收费和移动电话的多功能。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便宜，一旦电信推出了手持式无线电话系统，将彻底改变现有的移动通信基础。很好，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入网，这就是高总应该考虑的问题了。要是什么都由我们来解决，贵公司岂不是成了吃现成饭的？离开了电信总部之后，李丽忍不住问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问。小叶总，你就这么放心电信？要不是今天上午你紧急喊停，我已经出现在其他2家运营商的办公室里了。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无非就是爱美人不爱江山，色迷心窍，所以甘愿等着苏蓉蓉签订合同，对吧？难道不是吗？也不全是，3大运营商表面上一样，可目前这个阶段，政府对电信的扶持力度才是最大的，而其他2家运营商恐怕很难获得支持。为什么电信就可以？因为高刚，朝中有人好办事吗？
我们只是在赚快钱而已。5年之内谁也别想跟风，一旦过了5年，我会直接向国内开放手持式无线电话系统的技术及使用权限，而我则是慢慢退出这个领域。对了，安排一下，这2天会有新人来报道。什么职位？集团后勤部主管。你疯了！你自己在集团都还没有站位脚跟，竟然还想着要？叶总知道了又会如何表态？怎么怕了？你这是在玩火？有些人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他们甚至连最基本的电脑语言和办公软件都不会使用。尸位素餐说的就是他们。可叶总不会让你动手的，那些都是当年跟着叶总打下江山的老人，叶总还是很念旧的，现在还没到撕破脸的时候。可是上一世这些高层出卖公司利益，害得父亲心力交瘁而死，他们却趁机瓜分了集团。这一次我将彻底解决问题。既然父亲不忍心，那就由我这个儿子代劳。与此同时，焕然一新的王兰再次出现在了总裁办公室。我就知道你不会离开的，你是个聪明人，能很快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放心吧，对你来说机会还有的是。抱歉，张总，今天我是来办理辞呈的。什么意思？这还不明白吗？老娘不干了，你自己画的大饼留着自己吃吧。与此同时，一家50块1天的招待所里，张炳和海洋越等越着急。我们已经等了1周了，你说那家伙是不是在玩我们？应该不会，梁倩的面子总是要给的吧？实在不行，咱们去东北投奔我那2个战友去，他们那买卖来钱快，咱们干个几票就上岸。不行，你以为和狗熊做生意那么容易？当年多少大佬都破产了，欠了一屁股债，而且万一被抓一辈子就完了，还会连累家里。那你说怎么办？敲什么敲？都说过了不要服务。梁倩，你怎么找到我们的？不是说还有100来万吗？怎么的？你们什么时候成葛朗台了？那啥，出门在外，该省省，该花花。就是咱们2个大男人不讲究这些。行了，在我面前还打肿脸充胖子是吧？赶紧收拾东西，跟我走。我弟那儿有消息了，约着下午见面。臭弟弟，你故意的吧？你知道这太阳有多晒？臭弟弟，你故意的吧？你知道这太阳有多晒吗？梁倩不满地抱怨着，却不想我直接把脸凑到了她面前。你干什么？梁倩下意识后仰，却一下子失去平衡向后栽去。幸好我反应及时，一把捞住她，这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梁倩顿时有些害羞起来。不是，你到底要干什么？故意调戏我，害我出丑是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是让你看我的额头，你看着一脑门子的汗，我可是停好车就直接跑来的。就这，你还好意思怪我？再说咱们约的是2点，现在才1点50。慌！看到梁倩娇羞的表情，张炳顿时神情黯然，他知道自己没戏了。行了，人都到了，赶紧办正事吧。你到底要让他们俩做什么？2位觉得这南京路怎么样？人来人往，很热闹。热闹就好，就是这里了。海洋和张炳对视了一眼，脸上是如出一辙的茫然。这里除了店铺外什么都没有啊。等一下，小叶总，您不会是让我们干零售行业吧？我算过了，这店面的人流量很旺。不是，现在干零售是不是晚了点？除非能拿出什么干货来，可问题是我们没有啊。谁说没有？我不但有，而且还是独一无二的玩意。我掏出一只小巧玲珑的手机，3人瞬间惊得瞪大了眼睛。这是新款手机吗？倒是从来没见过。怎么样？轻巧好看，我都想换一部试试了。小叶总，你有这款手机的专营权，如果是独家的话，那倒是可以大赚一笔。可最多2个月，有商就能模仿并超越。这里最小的店面月租也要10万，而且还要计付，再加上装潢的费用。为了赚2个月的钱而盘下一家商铺，这买卖不划算。不过款式多，价格还便宜呢。便宜能有多便宜？出厂价380。听到这个价格，3个人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不可能，380？你说的是人民币吗？不是，小叶总，你确定这不是玩具？目前的话，的确无法拨打。你玩我呢？当然不是，我已经和电信签订了合同，很快就能入网。样式轻巧好看，价格还比市面上的手机便宜70%，它的价值简直无法估量。那还等什么？我现在就去找房东谈。小叶总，谢谢你。张炳和海洋一脸兴奋，梁倩也是十分满意。没想到臭弟弟对我朋友的事这么上心，真给我长脸。第2天，王兰就来叶氏集团上班了，可刚来就碰了一鼻子灰。去报道过了？去过了，但是人家显然不太欢迎我。如果简单的话，我也不会挖你来了。没关系，我就喜欢迎接全新的挑战，改朝换代，想想多刺激。别嘚瑟，要是马是前提的话，我可不会给你更多的机会。真无情。那就证明自己的能力。给我1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好吧，老娘不管到哪儿都能发光。拭目以待。上班第1天，作为叶氏集团新来的后勤主管，王兰就向所有人亮明了自己的身份，直言自己就是小叶总的人，然后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下一秒，我就接到了老爸的电话。臭小子，知不知道你还有个家？不好意思，最近的确是忙了点。你张姨让你回家喝汤。好，我知道了，就按照刚刚计划好的做。李丽，你负责盯紧电信这边，我们需要加快进度。批复出来的第一时间，我们就要筹备宣传攻势。明白。程潇，你去对接一下公司的宣传口。我需要的是将手持式无线电话系统推向方方面面，让每一个家庭都知道，不用顾及预算的问题。好的，我会去商讨几个备选的方案。还有，
宣传部门不是我们的人，别让他们给忽悠了。明白。那我先走了，有任何事情，不管什么时间，都要立刻给我打电话，我手机24小时开机。交代清楚后，我这才放心的离开公司。回到家，父亲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质问：后勤部是怎么回事？后勤部有问题，有问题你可以直接告诉我。告诉你，你下得了手吗？你老爸一时语塞，都是跟随自己多年的老伙计，就算是真的查出了问题，他也下不了手。你不会在我这里得到支持。没关系，你只要别捣乱就好。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怎么跟你老爸说话呢？好好的，怎么又吵起来了？没事的，张姨，没有吵架，只是探讨一下。小发，你爸也不容易，你往后勤部塞人的事，公司高层都很不满，这2天你爸的电话就没停过。行了，犯不着和他说这些，过来喝汤，然后陪我杀一局。1个小时后，连输6局的叶爱军脸色彻底黑成了锅底。爸，就你这水平，还是洗洗睡吧。臭小子，我可是你爸，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爸，我先睡了，这2天还有的忙呢。手头上的事情怎么样了？你别操心，我保证一定会给你个惊喜。魔都电信，我代表叶氏集团，高刚代表电信公司，苏蓉蓉代表高原资本，3方再次坐到了一起。2位，我们的工程师对手持氏无线电话系统进行过几轮测试，成绩斐然，只不过信号方面的确还有待提高。如果加大信号输出量呢？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而且一旦这样做了，恐怕其他2家运营商会因此将我们一军。魔都本市的通信问题完全可以应对，只不过其他省份的部分地区依旧还在建设中，推广的速度可能会相应受到制约。足够了，各城市先行推广，必须要先将客户抢过来才行。如果真的等准备完善，恐怕黄花菜都凉了。那就这么办，我们拟定了一部分的推广计划，还有路演，同时我们会加大对手持氏无线电话系统的宣传。不过这个名字太过有口，小叶总，你有没有更好的建议？那就叫小灵通吧。小灵通这名字倒是不错，简单易懂，也更符合国内的市场。至于推广，我们3方共同发力。电信下的门店，我们会第一时间全线发力。还不够，都能靠线下广告和口碑，小灵通很难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我们需要的是让小灵通在最短的时间内深入人心。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吗？你有兴趣追星吗？30分钟后，我已经直接把苏蓉蓉拉到了机场。你有病吧？让我和你单独飞香江，那岂不是羊入虎口？可我机票都已经买好了。我不去，我可不想被啃得骨头渣都不剩。你想多了，我这都是为了工作。叶凡，你少拿这个忽悠我，信你才有鬼。恐怕是你自己想要将花心思放在女明星的身上吧？我去香江是为了打广告，你也想要小灵通一炮而红吧？叶凡，你把我当傻白甜了是吗？你打个广告，不去报社，不去电视台，你带我跑香江干什么？你仔细想想，现在最火的是谁？是谁？明星啊，最火爆的可都是港台明星，现在可是港台明星盛行的年代。那自己去不就行了？为什么要拉上我？你去香江找明星拍广告，为什么一定要拉着我？我怕管不住自己啊。你想，我年少多金，风流倜傥，万一被哪个女明星看上了，我是从了好呢，还是挣扎一下？我们也算是相识一场，帮我挡挡桃花。我呸！真没见过你这么无耻的人，哪个女人瞎了眼才会？话还没说完，刚刚路过的空姐就递给我一张纸条，苏蓉蓉顿时愣住了。叶凡，你是不是早就设计好的？不然哪有那么巧的事？我刚刚发出质疑，结果就有空姐送上门。冤枉啊！我全程都和你待在一起。那我建议拿姑娘去检查一下视力。算了，我这是生的哪门子气？说实话，这狗东西的确挺好看的，可是心黑啊，只能怪那些姑娘识人不明了。我说过，上次的确是我猪油蒙了心，不过其中真的有猫腻。叶凡，信不信我抽你？知道什么叫往事不要再提吗？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说你对谁都是和蔼可亲，怎么一轮到我，你就像变了个人似的？闭嘴吧！直到上飞机的这一刻，苏蓉蓉才开始后悔。刚刚光顾着生气了，怎么就后知后觉上了飞机？我连行李箱都没有准备。喝香槟吗？呵呵，果然不安好心，纨绔子弟惯用的手段吧，营造浪漫的气氛，然后进一步降低自己的戒备心。我警告你，别招惹我。什么话？我好歹也算是甲方，你们高原资本的服务理念不行，我要投诉。你还有脸说？哪有挖别人家墙角的甲方？王兰带走了不少客户，这2天张总筹的头发都白了，我还没找你算账呢。苏蓉蓉的异常举动立马引来了空姐的关注。这位小姐，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请你尽快入座。不好意思，我女朋友就是这样。谁是你女朋友？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飞机马上要起飞了。你别转移话题，先把话说清楚。女士，被整个商务舱的旅客看着，苏蓉蓉只能憋着火，冷着脸坐到位置上，全程都没有说过话。这狗东西完全就是在口头上占我便宜，一口女朋友叫的还真习惯。算了，我要是再招惹苏蓉蓉，恐怕她真的要和我同归于尽了。与此同时，香江无线的高层对来自内地的我们并不重视，只随意派了一个工作人员来接机，欢迎叶先生的自拍笑得差点看不清楚。看到没有？人家根本没把你当回事，连个通行车辆都没有给你准备。香江就是这样迎接客人的吗？我可是你的金主爸爸，你丫的就这样来迎接你爸爸的吗？雷好啊，係葉先生嘛？我是葉凡，普通話會不會？
燉母雞啊！工作人員將我們安排在旺仔的麗晶大酒店，這裡簡陋的像是小旅館，進進出出的人都像是古惑仔一樣，一看就知道很不安全。這就是你給我們安排的酒店？沒辦法啦，老闆給的報銷經費一共就這麼一點點啦。挺好，我要換地方。可以，不過如果要換地方，恐怕需要你們自己承擔相應的費用。哼，姐不差錢，就是受不了這種委屈。工作人員本以為我們只是想換乾淨一點的旅店，誰知我們竟然直接選擇了半島酒店。這是新疆最豪華、最著名的酒店之一，入住這裡的客人非富即貴。你笑什麼？一般這種情況下，按照劇本的話，肯定只剩下一間房了。呵呵，你還真當自己是大男主了，還一間房。半島酒店可是出了名的房間多。話音剛落，前台小姐就不好意思的連連道歉。抱歉啊，兩位客人，近期酒店有高級接待任務，現在就只剩下一間大床房。我說我剛才只是隨便瞎說的，你信嗎？都怪你這個烏鴉嘴。那套房呢？套房也沒有了。總統套房？這個倒是有，不過價格比較貴，288888一晚。刷卡。蘇蓉蓉直接掏出一張黑金卡，這可是國內唯一的一張黑金卡，額度有1000萬。好的，小姐，請問您要辦理幾天？你說呢？順利的話，1周左右。那就1周。好的，晨會20萬，您朋友的豪華標準間，我們會以贈送的形式免費。不用，他不是我朋友，他也不缺錢。別啊，豪華標準間也要1001晚呢，何必還這個冤枉錢？出門在外，該省省，該花花。果然，這家伙就是個沒臉沒皮的典範。而無線電視的工作人員此時已經徹底看傻眼了。原來有錢人發展是這樣的，這才是真正的大佬啊！高層不是說內地都是貧窮落後的地方嗎？不行，我必須馬上回去告訴老闆。此時半島酒店的專業管家已經恭候在了蘇蓉蓉的身後。尊貴的客人，您的專屬 VIP 電梯已經準備好，酒店額外附贈了今晚的專屬 SPA 服務。請問晚餐您有什麼偏好？我們將竭盡全力滿足。葉凡，走了。好，你可以離開了。告訴你們老闆，我們是來談合作的。明天我們就在酒店，過時不候。明白，葉先生放心，我一定轉告。怎麼，你的舌頭能捋直了？不是說不會講普通話的嗎？工作人員連連陪笑，回去後立刻將消息上報。無線大老闆莊生聞言一臉震驚。你確定是半島酒店還是總統套？千真萬確，我是親眼看着的。胡鬧，底下這幫人是怎麼辦事的？來了這麼重要的客人，竟然傻乎乎不知道接待對方什麼樣。很年輕，靓仔美女。老闆，他們說了，他們明天就在酒店等一天，過時不候。知道的，你出去吧。很快，無線的高層就湊在了一起。聽聞此言，勃然大怒：後生太沒禮貌了，這裡可不是大陸，耍橫耍到我們這裡來了，咱們索性不去，他愛找誰找誰。別激動嘛，說不定人家真的有來頭呢。就是，馬上97了，你們動動腦子好不好？阿光說的沒錯，快到97了，咱們要平安度過，就必須表現出誠意。這是大勢所趨。第二天一大早，莊生就親自趕到半島酒店。一路上，只要是看到他這輛666車牌的勞斯萊斯，周圍的車輛紛紛讓道。葉生、蘇小姐，歡迎來到湘江。昨日招待不周，還望兩位貴賓見諒。莊生說笑了，是我們唐突了。哈哈，來者就是客，來試試咱們湘江的早茶文化。兩位這一次來湘江，就是為了廣告。無線可是湘江第一大電台，我們看中的是無線的幾位明星，不知道是我旗下的哪位藝人。放心，價格的話一定公道。鄭某某，你確定嗎？他只不過是一個剛剛蹿紅的小生而已。就他500萬的代言費，6年的代言，1年1支廣告，還要在影視劇中植入廣告。根據前世記憶，不久後這位就會因為一部古惑仔一炮而紅。廣告植入是什麼意思？我向兩人解釋了廣告植入的理念，莊生連連稱讚。好，就這麼定了，合同下午就能搞定。合同簽訂後，第3天劇組便立馬開拍。葉生、蘇小姐，我給你們介紹一下。這位是導演，這兩位是……話沒說完，胖子導演就一臉猥瑣地湊了過來。靓女，有沒有興趣拍電影啊？我可以量身給你打造一部電影，保證你能一炮而紅。說着，胖子導演就衝蘇蓉蓉伸出了鹹豬手。靓女，有沒有興趣拍電影啊？我可以量身給你打造一部電影，保證你能一炮而紅。說着，導演就衝蘇蓉蓉伸出了鹹豬手。小姐，你這也太不給我面子了。你可以去打聽打聽，我可是湘江票房最火的導演，也是湘江電影圈著名的導二代。我爸爸的朋友個個都是大佬級別的，道上也有不少話事人是我兄弟，多少女明星想跟我合作都沒機會，看上你是你的福氣。呵呵，蘇小姐只是怕生而已。就在葉凡的手即將觸碰到自己手的瞬間，把自己的手收回了。鄭某某大吃一驚，導演，今天就拍到這裡吧，收工。按照合同，今天必須結束全部拍攝才可以收工。這裡是湘江，還輪不到你這個大陸仔說了算。如果沒有契約精神的話，我要重新審視一下我們的合作了。呀，你這個大陸仔還知道契約精神，無所謂了，
收工。叶凡直接拨通庄生的电话，将现场情况告知庄生，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庄生放下电话，表情瞬间阴冷。我已经调查过了，叶凡和苏蓉蓉在大陆可不是小人物，能和这2位合作，必将助我迈过湘江，内地混得风生水起。庄生立即给导演拨打电话。死肥佬，是不是不想混了？得罪叶先生和苏小姐，信不信我无限直接封杀你？我不要面子的，按照行规，片场就是导演说了算，封杀我。现在有的是人找我拍戏，你无线也不是一家独大的。导演挂了电话，恶狠狠地瞪了叶凡一眼。后生仔，这里是湘江，你可要当心了。立即掏出手机给社团话事人打电话。大佬，系我呀，你的晶晶呀，今天呀，我被一个大陆仔欺负呀，我都报了你名号了。他说大佬你算什么东西，湘江的一个看门狗而已呀。对呀对呀，那个大陆仔就是这么说的。挂了电话。大陆仔，你就等着吧，这回有你好看的。叶凡和苏蓉蓉则乘车回到酒店大门口，刚一下车就被几个手持刀棍的烂仔包围了。叶凡直接推了一把苏蓉蓉。苏蓉蓉，你赶紧朝大堂跑，他们不敢在酒店内动手的，我断后，快跑！虽然只有50米距离，此时却显得遥不可及。苏蓉蓉很快就被追上，几个烂仔朝苏蓉蓉伸出手。啊，应该是胖子导演搞的鬼，怎么办？就在绝望之际，叶凡踹出一脚，将一名烂仔踹飞。别回头，快跑！苏蓉蓉闷头朝前冲，很快就冲进了酒店大堂。回头看去，叶凡被几个烂仔拖住，扭打在一起。救人啊！快来人呀！快去救叶凡！酒店保安立即冲了出去，将围住叶凡的烂仔驱散。叶凡已经倒在了地上，身上好几处脚印和伤痕，衣服上也沾了血迹。叶凡，血，是血，你流血了！嗨，别咬了，都快要被你咬死了！哇，好香啊你！都什么时候了？刚才要不是有你，不敢想象我会面对什么。救护车赶到现场，叶凡被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庄生赶到医院，到了急救室门口，还在流泪的苏蓉蓉。苏小姐，你放心，我一定会把凶手找出来，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不用了。苏小姐此时如此冷静，恐怕湘江的天要翻过来了。苏蓉蓉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爸，我在湘江被欺负了。之后的1个小时，庄生站在苏蓉蓉身边，亲眼见识了百年世家的实力，亲眼见识了什么叫雷霆之怒。20分钟，领事馆工作人员赶到医院，一批全副武装的武官赶到医院，湘江警队仅次于警务处长的2号实权人物总警司赶到医院。30分钟，一批形迹可疑的黑衣人出现在医院，经警方盘问是来自内地的大圈仔。我们下来湘江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抢救室内的某人，只要他没事，我们就保证一切相安无事。3个小时，华夏政府发表声。当晚，湘江政府成立专案小组，对湘江本土各社团的场子进行彻底的清扫。一场风暴正在席卷湘江，这场风暴的始作俑者却依旧守护在急救室门口。苏小姐，我们会保护好叶先生的，您先回去休息吧，您的父亲很担心您。我想待在这里，我想让叶凡第一时间就看到我。一位医生走出急救室，苏蓉蓉第一时间冲上去抓住医生的胳膊。医生，叶凡怎么样了？放心，叶先生没有生命危险，多处软组织创伤，背上有1道刀伤，还要皮衣起了缓冲作用，刀口不算深，我们已经做了妥善的处理。没事，真的没事吗？可他流了这么多血。苏小姐您放心，叶先生真的没问题，只不过伤口的创面比较大，不能全麻，局麻并不能保证缝针时隔绝痛感。叶先生可是真的汉子，全程没有吭一声，不像有的男人一点痛都要大呼小叫，真是令人敬佩啊。我现在可以去看看他吗？可以，苏小姐请便。为了救我，叶凡吃了这么多苦，流了这么多血，可是之前我们的关系却……我想第一时间看到他，却又觉得无法面对他。啊，外面怎么这么吵啊？我告诉了我父亲。难怪了，恐怕现在整个湘江的天已经翻过来了吧？赶紧给你父亲打个电话。为什么？请他低调处理此事，现在这个阶段不适合大张旗鼓，闹得沸沸扬扬，恐怕只会两败俱伤。你打电话，我跟你父亲说。苏蓉蓉拨通了父亲的电话。苏总，你放心，我能够处理好，相信我，你给的压力已经足够了。我明白了，叶凡，谢谢你救了我女儿，我相信你，此事交给你全权处理。我也相信湘江应该见识了我苏家的厉害。说了多少次，让你们去吓唬一下叶凡和苏蓉蓉，为什么动手？还见血了，现在我们所有场子都被扫清了。大哥，都是胖子导演交代的。废话，到底谁是你大哥？你到底听谁的？现在立即把胖子导演给我抓了，交给庄生处置。这次能不能逃过这一劫，就看庄生的面子。叶凡，你别乱动啊！你身上缠满了绷带，医生说了，你背上刀口很深，只能趴着，不能乱动。我只是想翻个身啊，你让我感觉我像个重点保护动物一样。对了，像个大熊猫，哈哈。我看你像个大王八，你笑什么？我只是没想到苏大小姐还会照顾人，早知道我是不是早该英雄救美了？呸！都包得像个木乃伊了，还想着调戏人家？要不咱俩的事一笔勾销？想得美，一码归一码。苏大小姐，能不能不要这么斤斤计较？叶凡，你放心，
那件事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的。苏蓉蓉没有说话，意外的陷入了沉默。看到叶凡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保护我，看到叶凡浑身缠满了绷带，也许真的是自己误会了这个男人。等苏蓉蓉回过神来，发现叶凡挣扎着要起来。你干什么？医生让你趴着不要动。渴了，苏大小姐，我得起来喝水啊。等着，我去给你倒水。我没看错吧？苏大女神竟然亲自给我倒水，可我趴着怎么喝呀？要不用吸管，不过这里没有，我现在出去买。算了，别这么辛苦，关键是还不知道外面到底是什么情况。你出去，我不放心。之前领事馆来的人基本都撤走了，不过还是留下了一些高手负责我们的安全。其实叶凡是对的，苏家雷霆之怒之后的做法，让国内高层产生了一些意见。苏家的手直接伸到湘江有些太长了，甚至打乱了原有的部署。还好在叶凡的提醒下，苏家最终克制住了。啊，趴着没法喝水啊，我渴死了。要不我喂你吧。苏大女神亲自喂我，上辈子想不都想的是啊。什么上辈子？好好喝。就在苏蓉蓉用汤勺一口口的喂叶凡喝水时，庄生进来了。是不是打扰到两位了？对不起啊。苏蓉蓉立马收回手里的汤勺，站起身。你们聊，我出去透透气。哎，我还没喝够呢。庄生，晚来一会就好了。叶先生，都是过来人，我等的。庄生，看来有好消息。庄生递出一张200万元的支票。叶先生，这是湘江3大社团话事人的歉意。这次叶先生和苏小姐遇袭，的确是手下人自作主张，也都已经被执行了家法。如果叶先生还不满意，相信3大社团会做到让叶先生满意为止。那庄生你的意思呢？叶先生，我建议就此接过。胖子导演那边，我也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苏家的警告非常有效，3大社团也低头认错了。叶先生来到湘江，就是过江龙，还是得饶人处且饶人。毕竟3大社团实力不容小觑，冤家宜解不宜结啊。好，就听庄生的，你告诉他们，这份歉意我收到了。叶先生有如此胸襟，真是年轻有为，前途无量。那我就替3大社团谢谢叶先生了。那广告的事呢？叶先生不必担心，我已经另请领导拍摄，这次的所有损失由无限负责。那我就先告辞了。这件事你真就这么放下了？还能如何？你还要和庄生谈项目呢，给他一个面子，他就欠你一个人情，3大社团更是欠他一个人情。庄生这个老狐狸肯定不会放过这3大社团的，以后在湘江，我们的困难就少了一半。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苏蓉蓉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不然湘江的天恐怕不止翻一次了。叶凡心里想着，眼神炙热地望向苏蓉蓉。叶凡，你不会是因为我吧？其实你不需要有这些顾虑的。你想多了，湘江好歹也是金融中心。那还真是便宜他们了。还好，不过为什么又感觉有点失落呢？不对，苏蓉蓉，你在胡思乱想什么？水滴石穿，方能水到渠成。苏蓉蓉，有朝一日你肯定会离不开我的。3日后，叶凡顺利出院，在庄生的安排下，电影提前上映，主角手持小灵通的一幕成为影史经典。庄生更是邀请苏蓉蓉参加无限周年庆。苏大小姐，恭喜你了！恭喜我什么？庄生组织的这次活动很不简单。我知道有几个大老板要来，所以公司也很重视，已经通知我的助理过来湘江了。不止这些，湘江4大家族李家、王家、孙家还有欧阳家都会有人出席。4大家族？是的，他们才是湘江金字塔尖的人物。神龙见首不见尾，即使是湘江总督想要见一面，也要提前预约，而且湘江都容不下他们了。就算是欧美也有产业分部，我想他们也想看看差点让湘江翻天的苏家大小姐到底什么样。这样，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些紧张了。这是一个好机会，如果能够搭上他们的车，就可以快速崛起。看你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好像很羡慕的样子。豪门嘛，自然羡慕。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站在风口猪都能飞起来，这4大家族才是风场的制造者。飞起来的猪，迟早都是他们嘴里的肉。你这个比喻倒是挺有意思，所以我不要做站在风口的人，我要创造属于我自己的风场。我似乎小瞧了你的野心。医生说过，这段时间你不能喝酒。说着，苏蓉蓉夺走叶凡手中的杯子。叶凡知道换做以前绝不可能。谢谢苏大小姐的关心。叶凡，一直以来我都想证明自己。我知道，我当然知道。作为苏家的掌上明珠，苏家给你的是全部的爱，也有压力。上一世你想证明自己，却因为我还未起航就夭折。这一世我会护你。你在想什么呢？苏蓉蓉好奇地看着叶凡，难得见到他认真思考的样子。原来认真的男人才是最有魅力的。喂，是庄生啊。好的，好的，一定的。什么事？庄生邀请我们明天出海，